大庆14年间，丞相苏颜因谋反罪被判满门抄斩，成年男女一律斩首，10岁以下男子流放2000里，10岁以下女子一律冲入教坊司，丞相府一片狼藉。老爷，求你了，把舒儿留下吧，她也是你的女儿啊！老爷，你可千万不能心软，他们都是罪臣之后，皇上若是追究下来，整个赵府都要给他们陪葬。关门！去，让父亲多派些人手。一定要让苏爱梅永远消失在这个世界上。是。还有，记得斩草除根。尚书府的嫡女，只能是我的雨落。娘，我跑不动了。舒儿乖，我们再坚持一下，等见到你许叔叔就安全了。儿媳说。真的跑不动了，舒儿好累，娘，你自己跑吧，别管舒儿了。舒儿，你醒醒！严叔，你说组织上是怎么想的呀？居然派我们俩去执行这么低级的任务，我们可是王牌特工。谁知道安全系统被破坏，将于30秒后自毁。求求你们，别伤害我的孩子！你们要杀就杀我吧！你求我们也没用，我们也是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要求你们就去求阎王吧，动手！舒儿，对不起，是娘没用，不能保护好你。我这是穿越了？她就是原主的母亲吧？拼死也要将女儿护在身下，好伟大的母爱！小严叔，你安心吧，我一定会替你好好活下去，并且照顾好你娘的。娘，你安心吧，女儿一定会替你讨回公道的。那些背叛你、陷害你的，我一个都不会放过，我会一点一点的将那些陷害你的人踩入尘埃。喂，你怎么样了？还有一口气吊着，还有救。不过话说回来，你遇到的得亏是我，换了别人，你可就没那么好命了。王爷，王爷，王爷！啊，你的人来了，我先走了。你叫什么名字？他这是想报恩吗？也好，我要替母亲报仇，正需要人脉呢。这个什么王爷，应该有一点用。这个给你，算是信我。只要你拿着它去四皇子府找我，我就帮你完成一个心愿。哦，原来是个皇子。看来这人还算没白救。好，那你记住了，我叫苏颜舒。王爷，你没事吧？我还死不了。去查一下一个叫苏颜舒的女子。这不
是韩熙荣身边那只老狗吗？他来这里做什么？大小姐这是去哪儿了？倒是让老奴好等啊！原来薛嬷嬷还知道自己是奴才啊！大小姐这是什么意思啊？哼，什么意思啊？狗东西！本小姐面前你也敢坐着，是活得不耐烦了吗？大小姐息怒，大小姐饶命，老奴再也不敢了。哼，说吧，你来我这里干嘛？回大小姐，老奴是奉尚书大人之命来接你回府的。回府？哼，是该回去会会我那个渣爹和韩熙荣那个毒妇了。苏言叔，你这是什么意思？今日是爹爹寿辰，你穿成这样是要祝爹爹早死吗？王爷，查到了，苏言书乃是户部尚书赵百富的长女。户部尚书家的小姐，怎么会孤身一人出现在野外呢？回王爷，苏言书的母亲是前丞相苏岩的掌上明珠。13年前，苏岩被奸人陷害，满门抄斩。赵百富因怕被牵连，连夜将他们母女赶出了赵府，之后不知所踪。半年前，苏言书突然带着病重的母亲回到京城，一直住在城外的庄子上。不过什么？3天前，赵百富突然派人去接苏言书回府，似乎是想把她嫁给太子，来稳固自己在朝中的权势。嫁给太子？哼，本王记得今日好像是赵尚书的寿辰。回王爷，是的。那就走吧，咱们也去凑个热闹。今日是父亲寿辰，女儿自然是来给父亲祝寿的，只是母亲心丧，不便穿得太过喜庆，还请父亲见谅。你说什么？你母亲死了？什么时候？怎么会？抑郁成疾，郁郁而终。母亲临终前让我把此物归还尚书大人，取消共白首的约定。不，这不可能。老爷，来人，将他轰出去！哼，将我轰出去？哼，你确定？尚书大人，你也要把我轰出去吗？13年前，尚书大人，你为了仕途前程，抛妻弃女，这些年你可曾有一日感到愧疚？住口！满嘴胡说八道！胡说八道！尚书夫人，你当年趁我母亲有孕在身之际，爬上我父亲的床，然后又撺掇我父亲，将我母女2人赶出家门。你以为你当真就是这尚书府的女主人了吗？一派胡言！打出去！来人，给我把他打出去！尚书夫人这就恼羞成怒了？哦，对了，刚刚你骂我奸人是吗？你确定不是在骂你自己？毕竟你可是你娘和我爹通奸生下来的呢。够了，赵家没有你这样没教养的女儿。哼，生而不养，何来教养？你好热闹啊！逆女，我们来晚了吗？太子殿下，这个贱人，他对我母亲不敬，你快帮我治他的罪。哼，治我的罪？你母亲厚颜无耻，抢人夫君，那才是有罪。你个贱丫头，你休要污蔑我母亲！是不是污蔑？你在这里不就是最好的证据吗？啊，是他！你是尚书府的大小姐？他不是，不是。赵尚书，这是你的女儿？他……父亲，你可要想清楚了再说。毕竟发簪上的毒，只有我能解。你，父亲，你快告诉大家，我是尚书府嫡出的大小姐吗？是。
既是尚书府的嫡小姐，那怎么会是贱人呢？赵尚书，你说是不是？四皇子说的极是。来人，带大小姐下去休息。是。苏言舒，这个贱人！娘，别生气，我们可以这样。言舒妹妹，哥哥来了。你是谁？我是韩子峰啊，言舒妹妹可以叫我子峰哥哥。韩子峰，现任丞相韩墨远的儿子，韩熙荣的侄子。言舒妹妹长得可真水灵，我喜欢。啊，真的吗？当然是真的。那你过来些，来。哎，哥哥这就来了。哎呦！太子哥哥，姐姐回来了，那我们的亲事，雨落，你知道的，我只喜欢你，我救命！落水了！救命啊！啊！有人落水了！苏言舒，你居然在这里勾搭男人！苏言舒，你居然在这里勾搭男人！哟，你很有经验嘛？你怎么在岸上？哦，那我该在哪里？在河里吗？可是河里有人呢，要不你下去陪他玩玩？那河里的人，韩表哥！天啊，快救人！快！哼，就你们这种智商也想陷害我，还是自己先多吃点猪脑，补补脑子吧。表哥，这到底怎么回事？是谁害你落水的？是他。这是发生什么事了？苏言舒把表哥推到河里去了。大小姐没事吧？那就好。你说我推他落水？难道我说错了吗？好啊，故意推人落水，可算是蓄意谋杀了。要不我们报官吧，让官府来查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行，这件事绝不能报官。言舒啊，你这是做什么？我知道你只是和子枫闹着玩罢了，报什么官呀？传出去没得被人笑话。哎，这怎么能是闹着玩呢？我清白差一点就被那色狼给毁了呢，我到现在还后怕呢。大小姐放心，本王会帮你讨回公道的。好，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也别报什么官了，我们直接进宫找太后娘娘评理去。如此，我陪你们一起去吧。大小姐，意下如何？好啊，那言舒就先多谢四皇子了。苏言舒这个贱人，什么时候能勾搭上四皇子了？那可是太后心尖上的疙瘩肉，有他站在苏言舒那边，就没我什么好事了。嗨，我就那么一说，怎么还当真了呢？可是我真的是被吓到了，现在还腿软呢。苏言舒，你到底想怎样？夫人要是肯将那个色狼重打20大板，此事便就此作罢。不可能！既然夫人不愿严惩坏人，那四皇子还是麻烦你带我进宫一趟吧。哎呀，姑母，你为什么打我？我是哼，把嘴堵上的，让你不学好。如此用心教育的侄子，夫人还真是个好姑母啊。只是不知令侄会不会感激夫人的教导之恩呢？你，哎呀，我好像真的吓到了呢。大小姐没事吧？我送你回去休息。哎呀，
姐姐，太子来看你了。苏颜说，本宫是来告诉你，不管你是不是尚书府的大小姐，本宫都不会娶你。本宫的心里从始至终都只有雨落一人。姐姐，对不起，我不想和你抢太子殿下的，实在是……雨落，你不必和他解释。像她这样光天化日之下就和别的男人不清不楚的女人，本宫是绝对不会娶的。姐姐，你怎么不说话？你没事吧？啊，我没事，就是刚刚受了点惊吓罢了。退婚的事我知道了，你们先回去吧。还要劳烦四皇子帮严叔送下客。二位请吧。哼，别装了，人已经走远了。四皇子，你不走吗？我今天可是帮了你大忙，就这么赶我走，也太狠心了吧？四皇子之所以帮我，难道不是为了还救命之恩吗？大小姐说错了，这怎么能算是还救命之恩呢？救命之恩是要以身相许的。油嘴滑舌，你走不走？走，我走就是了。几日不见，他怎么病成这样了？大小姐真是让明辉好等啊。四皇子找我有事？大小姐，我们换个地方说话可好？我想请大小姐帮我一个忙。什么忙？我要出门一趟，去查上次遇刺的事。所以你就装病，闭门谢客，卧床休息？我见大小姐似乎颇通药理，想让大小姐以替我看病为由，住进皇子府。我不在的时候，替我守好皇子府。帮你，我能得到什么好处？这是玄铁令，府中的暗卫监令如见人。大小姐若是帮我这次，那这玄铁令便永远是你的。哼，就这么一块破牌子，能有什么用？大小姐可千万别小瞧了它，这可是本王全部的身家了。好吧，我就帮你这一次吧。不过这块破牌子我要怎么用？你试试。哼，试试就试试。暗卫，暗卫，暗卫！元朗见过主子。看来这破牌子也不顶用啊。严叔妹妹别误会，刚刚这不是还没交接完吗？等交接完，我保证元朗以后只会听你的。真的？真的啊。那个元朗啊，你现在的主子在那边。哎我操，什么情况？我这是被爷给卖了，还是卖给了一个女人？还不快去见过你的新主子？属下元朗见过新主子。新主子？哼，瞧这架势，还不能完全算我的人啊。不过没关系，姐有的是办法驯服你。哼，起来吧。谢主子。好了，言归正传，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大小姐觉得呢？现在。驾！哎，这不是四皇子的马车吗？赶得这么急，这是出什么事了呀？哎，听说四皇子今日约了赵家大小姐游园，结果大病未愈又感风寒，一下子就病倒了，不省人事呢。是啊，我还听说，幸亏赵大小姐会医术，抢救及时，不然四皇子怕是就要……哎，不对呀，这四皇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脆弱了？莫不是被人下毒了吧？嘘，这话可说不得。你说什么？李明辉游园病倒了？是的，大街小巷都在传，还有传言说什么？说是太子殿下你给四皇子下的毒。
简直是胡说八道！你们小心点哈，千万别摔着主子。哎呦，主子，你生气了？哎，我刚刚不是在演戏吗？主子，你放心，元朗以后定唯你知命是从。再给我走，给我去做300个俯卧撑。主子，什么是俯卧撑啊？你说什么？苏颜舒那个贱人居然住进了四皇子府？是的，说是为了给四皇子治病。哼，他能治什么病？我看他就是想趁四皇子病重爬四皇子的床。小姐说的是，我爹怎么说？老爷已经答应了，正派人给大小姐收拾换洗衣物呢。什么？老爷，大小姐的衣物都在这里了。既如此，那属下就先回去复命了。爹，你怎么能答应让苏颜舒那个贱人住进四皇子府呢？她也配？雨露，怎么说你姐姐呢？这位也是赵尚书的女儿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儿来的乡野泼妇呢。哼，你这个……雨露不得无礼，这位是四皇子府的总管，还不快快见过？四皇子府？小女赵雨露见过总管大人。爹，你怎么能答应姐姐一个人住进四皇子府呢？这要是毁了姐姐的清誉，可怎么是好啊？大小姐说了，尚书大人若是还想按时要解药的话，最好少插手他的事儿，不然他要是哪天不高兴了，爹，要不你让我一起去四皇子府吧，也好和姐姐做个伴，还能保住姐姐的清誉。总管大人，您看，刚刚还想骂我狗东西，不报复你一下，我都对不起我祖宗。总管大人，好。哼，苏颜舒，你休想在我之前爬上皇子的床，只有我才配做皇家的媳妇儿。哼，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女人，你就等着被主子虐吧。他怎么来了？哦，赵尚书说让二小姐来陪您作伴。完了，我怎么忘了？这位也不是好忽悠的主。苏颜舒，父亲让我来和你一起照顾四皇子，顺便看着你，免得你做出什么不检点的事儿。哈，不检点？你知道什么是不检点吗？既然你不知道，那我来告诉你，像你娘那样趁着别人怀孕爬上别人丈夫床的女人，那才叫不检点。苏颜舒，哼，元朗，带赵小姐去西风院住下。是，主子。说吧，为什么把赵雨落带来？主子，他骂主子是贱人，还骂属下是狗，属下气不过，这才想着让主子您教训他的。哼，这招借刀杀人，你用的倒是挺溜哈。属下不敢。行了，别演了，去把主院的侍卫撤去一半。主子，这是为什么呀？哼，你不是想让我帮你出气吗？这俗话说得好，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哼，有那样一个爬床的娘在，赵雨落又能好到哪儿去？哎，我操！你这是要设计毁人家清白呀？那可是你的亲妹妹呀！还不快去！是，主子。果然是最毒妇人心呐！韩熙柔，你准备好了吗？我的复仇就要开始了。启禀太子，元州知府来信，说是有人暗中查探上次四皇子遇刺的事。你说什么？到底是谁在查？是父皇，还是……不对，李明辉不是病倒了吗？难道……走，去四皇子府。是。谁？主子，太子殿下来了。
太子这个时候来干嘛？是发现了什么？主子，太子现在就在前厅呢，说是不管怎么样都要见不对，是见到四皇子。太子这个时间来，要见四皇子的态度又如此强硬，看来是察觉到了四皇子在元州那边的动作，来一探究竟来了。主子，你要去看看吗？不，我不能去，让赵雨落去。什么啊？快去告诉赵雨落，就说太子来看他了。是，主子。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雨落，你怎么在这儿？太子殿下，你不想见到雨落吗？雨落，你别误会，我怎么会不想见你呢？我对你那可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我发誓。好了，殿下快别发誓，我相信殿下就是。雨落，对了，雨落，你怎么会在四弟府上？四弟呢？太子殿下有所不知，我之前会住在四皇子府上，也是迫不得已的。逼不得已？雨落，告诉我是谁逼你的，我宰了他！殿下快别生气，没人逼我。我说的逼不得已，是姐姐为了帮四皇子看病，要住在四皇子府上。可姐姐和四皇子孤男寡女的，这要是传出去，怕是对姐姐的名声不好。我也是为了保住姐姐的清誉，才住到四皇子府上陪姐姐的。原来是这样，我们雨落就是善良。太子走了。主子，属下刚刚听到太子和赵二小姐的谈话了。哦，他们说什么了？他们说，雨落，你见过四弟吗？他是真的病了吗？太子殿下，这是什么意思？雨落，我怀疑四弟根本没病，说不定人都不在府里。雨落，正好，你现在住在四弟府里，你帮我查查，看四弟到底在不在府里。所以赵雨落从现在开始帮太子查探了。是啊。哦，哼，主子，你就一点不担心吗？担心什么？担心赵雨落知道真相后去太子府告密呀。之前你还让把主院的侍卫撤了一半呢。元老，你这是在质疑我的决定吗？是属下不敢。哼，谅你也不敢。去召集府中所有暗卫，准备战斗。准备战斗？主子，打谁呀？哼，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主子，都在这里了，一共318人。很好。你叫什么名字？回主子的话，属下按17。你呢？属下按13。这都是什么名字啊？得亏还是个皇子，给属下取名字居然这么不上心。等等，你们所有人不会都是以数字命名的吧？嘿嘿，主子你真聪明。会不会说话，这是我聪不聪明的事吗？只是你们前主子太蠢，取个名字都不会。主子啊，这么多下属看着呢，给元朗点面子行不行啊？好了，言归正传，13、17，你们两个出列。是。从现在起，你们两个就是我的贴身侍女了。至于这名字嘛，还是改一改吧。请主子赐名。既如此，13改名为春花。春花谢主子赐名。17改名为秋月。秋月谢主子赐名。不错。春花秋月两相宜，月尽光华花尽姿。以后啊，也打扮打扮，别整天一身黑衣裳，搞得跟个黑蜘蛛似的。好了，大家先把笑收一收哈，咱们今晚还有场硬仗要打。主子，我到底打谁呀？打谁？哼！今晚定会有人来偷袭皇子府，你们要做的就是将来人一网打尽。是。东西南北4方门院，
元老，你带80人镇守南边的正门；春花，你带80人镇守西院；秋月，你带80人镇守东院；其余人跟我一起镇守北边的后门。属下领命。都给我听清楚了！一旦有人来犯，能活捉的活捉，不能活捉的格杀勿论。我要让他们有来无回。不是吧？要不要这么拼命啊？抓活的！做梦！稍安勿躁，让他们先进来，再一网打尽。不好，有埋伏，撤！哼，现在想撤，晚了。给我抓活的！是。主子，你真是神了！说有人会来偷袭，就真的来了，连时辰都掐得这么准，你怎么不去摆摊算命呢？肯定能赚钱。少废话，赶紧汇报战况。是，回主子的话，南门一共遭遇4次偷袭，全都是死士，没抓到活口。回主子，西院遭遇偷袭3次，来犯者共有27人，已全数歼灭，属下无能，也没有抓到活的。回主子，东岳歼灭来偷袭者38人，都是死士，属下无能，没能留下活口。回禀主子，北院共遇偷袭4次，来者共有48人，活捉18人。你这么厉害？你们别看我呀，那都是主子的功劳。住手！给我抓活的！想活捉我们，做梦！你想干什么？看到了没？此事自觉的手段，不外乎就是抹脖子、咬舌和牙齿藏毒。只要你们动作够快，先一步断了他们的双手，卸了他们的下巴，再取了他们的毒牙，就没有抓不到的活口。好干脆利落的手法，简直就是……主子，你太厉害了！下次让我跟你一起行动呗。你呀？你不行，太聒噪了。你说什么？那么多死士，竟然一个都没回来？回太子殿下，是的，四皇子府就像个铁桶似的，我们派去的人都是有去无回。那么多人都是有去无回，难道我猜错了？李明辉其实还在府里，并没有去元州。太子殿下若是想要知道四皇子有没有去元州，属下倒是有个办法。什么办法？快说。主子，我们今晚还要继续防守吗？不必了，今晚他们不会再来了，所以大家各司其职就好。主子怎么知道他们今天不会来？这个嘛，天机不可泄露。主子啊！哎，打住！别给我来这套哈！再有下次，我就让你去山沟沟里练兵去。可是人家真的很想知道。停！李明辉到底是怎么想的？居然选了这么一个逗逼做二位统领。吴邪，你告诉他。是。昨晚来的所有人，一个都没能回去。属下觉得是个有脑子的，应该都不会再往咱们府里砸人了。毕竟死士也不是那么好培养的。那昨天主子怎么知道会有人来夜袭的？还连时间都掐得那么准。哎呀，服了你了，真是。昨晚太子强势来袭，却被我用赵雨落挡了过去，他怎么可能不想办法再来一探究竟啊？可是太子不是让赵雨落帮忙查探的吗？我都听到了的。哎呀，姐姐我真是强都不服就服你呀！
你们3个谁来说说？吴邪，你说说看。是，属下觉得，太子若是真的让赵雨落帮忙探查的话，应该是不会让别人知道的。所以他既然让元老听到了，那就应该是还有后手，也就是那什么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所以，我这是被太子给耍了。哎呀，好了，时间不早了，大家也都累了一夜了，现在都回去好好睡一觉吧，晚上各司其职就行。是主子。你们2个就不要回安慰营了，以后就跟着我一起住吧。是主子。从现在起，你们就不是安危了，可记住了？是，奴婢记住了。圣旨到，四皇子李明辉接旨。啊，圣旨怎么会来得这么快？圣旨到，四皇子李明辉接旨。圣旨怎么来得这么快？主子知道会有圣旨来四皇子府。太子昨夜偷袭不成，一定会想别的办法逼四皇子露面，让皇上给四皇子传旨就是其中一个办法，而且是一箭双雕的办法。因为皇子无诏是不得擅自离京的，所以只要四皇子不出面接旨，那这擅自离京的罪名就背定。我只是没想到太子这么快就想到了这个法子。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吴邪，你去外面接旨，一定要想办法拦住传旨官，若是实在拦不住，就尽量拖延时间。其余人跟我去主院。是。还行。主子，这样真的能行吗？这个嘛，我也不知道。公公，你真不能进去啊！他们来了，快去床上躺着。是。记住了，你不要说话，一直咳嗽就行。主子，你确定不是在整我吗？公公，你真不能进去！放肆！皇上圣旨在此，尔等拦着我给四皇子传旨，到底是何居心？公公，四皇子他是真的病了。我知道四皇子病了，可就算病了，也不能不接圣旨吧？吵什么吵？不知道四皇子需要休息吗？你们这样大声喧哗，是不想四皇子好了吗？属下不敢，只是这位公公是奉皇上的旨意来的，属下实在是拦不住。这位姑娘是？回公公，这位是户部尚书家的大小姐，是来给四皇子看病的。哦，赵小姐会医术？小女子不才，略通1、2罢了。好了，咱家是来给四皇子传旨的，赵小姐也要拦着吗？当然不会，只是进去前还请公公先戴上面纱。要戴面纱？难道四皇子得的是？公公请。大小姐，四皇子咳得这么厉害，是什么病啊？回公公的话，也不是什么大病，就是普通的天花而已。什么？天花？公公这就走了吗？不再歇会儿？不了，咱家还要回去给皇上复命呢。那公公您慢走。大小姐留步。吴邪，你送公公一程。是。对了，公公，您回宫后记得先去太医院，让太医帮您消消毒，可千万别把病气带给皇上了。主子，你太厉害了！厉害什么呀？麻烦马上就要来了。麻烦？什么麻烦？你是不是忘了，主子刚刚说四皇子得的什么病了？天花呀！哎呦我去，
天花，瘟疫啊！完了，那我们岂不是都要被遣送出境隔离？主子，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想办法让太后知道四皇子的病情，就说四皇子现在是治疗的关键时刻，不能移动劳累，否则会有性命之忧。还有，传信给你们主子，让他查完赶紧回来，回来晚了，当心老娘我撂挑子不干。是。主子，京都来信了。念。是。我看看。四皇子殿下，我们主子让你查完事情速归。下面是我们主子的原话：让他查完赶紧回来，回来晚了，当心老娘我撂挑子不干。这么快就把我的人都收服了吗？真不愧是我看上的女人啊！主子，给吴邪回信，就说只要他们主子能坚持到我回京，那我地下库房的那些东西就是他的了。主子，那些可是……没什么可是的，照我说的做吧。是。袁州知府那里查得怎么样了？回主子，据属下等查到的消息，袁州知府张建之，可能不是大清人。不是大清人，难道是选荣人？走，去知府衙门。宫里有消息了吗？回小姐，如主子所料，内太监回去禀告后，太子果然极力谏言，让皇上下旨将四皇子遣送去京郊的庄子避暑。后来还是太后出面，才将此事压了下来。哼，等着看吧，事情没那么容易完。对了，李明辉那里有消息了没？惠小姐，四皇子回信说，要是您能拖延到他回京的话，那地下库房里的东西就都归你了。哦，他地下库房里都有些什么呀？这个奴婢也不知道。既然你们也不知道，那就一起去看看吧。是。赵雨落，他鬼鬼祟祟的在这里干嘛？小姐是不是忘了他答应帮太子查探的事了？哼，他要是不蹦的，我真是差点就把他忘了。小姐，赵雨落这2天一直想办法接近主院，我们要不要防备一下？不用刻意防备，他蹦跶不了多久的。对了，尚书府知道四皇子得天花的事没？应该是已经知道了。听说尚书夫人大闹着要赵尚书将赵雨落接回去呢。接回去？我们在尚书府的探子是这么说的。尚书府有我们的人？是的，小姐。那就想办法告诉韩熙荣，虽然他没办法接赵雨落回去，但是他可以来陪他的宝贝女儿。主子？哼，既然决定收拾赵雨落，那韩熙柔怎么可能不在场呢？哼，我就是要让他亲眼看着他的宝贝女儿是怎样被人踩入尘埃的。是，奴婢明白了。就这么一堆破玩意儿也想收买我？那是李明辉的库房里怎么会有枪？难道他也是穿越来的？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李明辉到底是谁？主子，我没事，走吧，我们得赶紧回京。小姐，为什么会选这条银龙鞭子做武器？对啊，小姐不是很喜欢那个什么枪吗？那个东西它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还是不要用的好。主子，出大事了！主子，出大事了！出什么事了？宫里发现有人出了天花，太医院太医束手无策，皇上宣您进宫看诊。什么？竟然真的有人得了天花？哎呀，是啊，听说皇上本来没有想到传主子进京医治的，是太子说主子既然能治好四皇子，就肯定能治好那些人。看来这波天花还是冲我来的呀。小姐，你真的要进宫给他们医治吗？不然呢？可是什么？可是什么我也不能抗旨啊。春花，你和我进宫，吴邪和秋月留在府里看好赵雨落母女，我不在的时候绝对不能让他们接近主院。说到赵雨落母女，刚刚韩熙荣还向侍卫打听四皇子的病情来着。哦，
就这么迫不及待吗？哼，告诉所有人，无需理会他们，看着他们蹦跶就行，等我回来再收拾他们。是。啊，那不是苏颜舒吗？他身后的那几个人是？不过是四皇子府的下人罢了。可四皇子府的下人为什么要跟着苏颜舒呀？苏颜舒这个贱人，自从来了四皇子府后，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不但四皇子府的院子只有他能进出，就连府上所有下人都听他的。他一定是爬上四皇子的床了。哎呦，我的乖乖，你可别委屈了，太子对你不是也挺好的吗？要知道那可是太子啊。太子又怎么样？他能像四皇子那样把所有的势力都交给我吗？你这么一说，四皇子好像是比太子更……赵小姐，王公公他怎么样了？可否治好？能。赵小姐真的能治？当然，四皇子身上的天花我都能治好，更何况王公公身上这点小毒。你说，王公公是中毒，不是被灰儿传染吗？回皇上，是的，确实有人想下毒，妄想利用天花恐吓人心。你真的能治天花？臣女不但能治天花，还有办法让大清的子民都有能抵御天花的能力，再也不用担心被天花传染。此话当真？你真的能让所有人都有抵御天花的能力？是的，臣女的师傅研制了一种药粉，只要将人的皮肤割破，将药粉撒上去，3天后，此人将一生不被天花传染。你师傅是？臣女的师傅是圣医谷谷主许文华，江湖人称鬼医圣手。神医谷，传说中的神医谷？正是。听说神医谷一药难求，不知此药你可愿献出来？朕替天下黎民百姓感谢你。皇上这是说的哪里话？臣女既然说出来了，那自然是原本就打算献给皇上的。好，那你可想要什么赏赐？只要不过分，朕都可以答应你。臣女求皇上允许臣女舍父姓，从母姓。这是为何？臣女从小便被父亲和恶毒的姨娘赶出家门，只能与母亲相依为命。不仅如此，姨娘还到处派人追杀我们。俗话说得好，虎毒还不食子呢。父亲却如此做派，根本不配为人父。他只字不提他的外祖父苏颜获罪之事，是真的不知道，还是……那你可知你父亲为什么会把你们母女赶出家门？臣女当时还小，母亲也不肯多说，只是说父亲负心薄情，背叛了他们之间的感情。后来臣女长大，渐渐打听到父亲是因为当年外祖家获罪，怕被牵连，可皇上乃当世明君，当时也并未牵连无辜，父亲却执意将我母女赶出家门。仅凭这一点，他就没有皇上心胸宽广，更何况他还任人追杀于我们母女。若不是有师父相救，我苏颜舒13年前就已经死了。看来他是真的不在意当年苏家被灭门的事。臣女斗胆，恳请皇上为臣女改姓。既然你执意如此，那朕便答应让你改为苏姓。皇上圣明，臣女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念你献药有功，朕再赐你府邸一座，庄园良田200亩。谢皇上恩典。这府邸，就把你外祖苏颜当年的那座宅子给你吧。狗皇帝这是在试探我对苏颜安的看法吗？太好了，家母总算可以落叶归根了，再也不要当游魂野鬼了。臣女苏颜舒带家母的在天之灵，谢皇上恩典。娘，外公，你们且在天上看着，我一定会为苏家洗刷冤屈的。小姐要进去看看吗？不了，回去派人来打扫一下，等李明辉回来了就搬进来住吧。是。主子，你回来了。府里没发生神秘事儿吧？主子放心，一切正常。赵雨落母女呢？没闹神秘幺蛾子？没有，主子出去后，他们倒是安分了不少。
安分？哼，怕不是在编什么坏招吧？这个，去，派个人盯着他们，我要知道他们的一举一动，事无巨细。是，主子。雨落，你说四皇子得的是天花吗？谁知道呢？反正没传染给别人。不是说是因为苏妍说的药，你们才没有被传染的吗？娘，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你干什么？原来那就是预防天花的药。雨落，你想要这四皇子府的势力吗？娘，这是什么意思啊？四皇子怎么可能把他的势力给我？那如果真的可以吗？放心吧，娘和舅舅都会帮你的。小姐，刚刚监视赵雨落母女的人来报，说韩熙荣让赵雨落想办法给四皇子下药，他会想办法让太子殿下看到四皇子想强迫赵雨落。哼，还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啊！对了，李明辉快回来了吧？前2天来信说已经启程，算算日子，明天也应该到京城了。既如此，那我们就出城去迎一迎四皇子殿下吧。主子的意思是，明天把主院的侍卫全撤了，让他们表演，我们去接四皇子一起回来看戏。是，奴婢明白了。没想到严叔妹妹居然会亲自来接我，真是让我倍感荣幸啊！哼，少臭美！要不是看在咱们是老乡的份上，你以为我会来接你啊？老乡？要我提醒你吗？别告诉我你不知道，你地下库房里的那把 AK-47是哪儿来的 ？AK-47？哦，你说那把突击步枪啊？说说吧，你是哪个年代，哪个部队的？如果我说那把枪不是我的，严叔妹妹你信吗？不是你的，那是从哪儿来的？那是我母亲留给我的。你母亲？早逝的陈妃娘娘？那她可曾和你说过她以前的事？以前的事儿？这倒没有，不过……慧儿啊，如果有一天母妃突然不在了，你千万不要难过，因为母妃那是回家了。啊？母妃的家在哪儿？为什么不带慧儿一起去？母妃的家住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那儿的人叫她21世纪。不过什么？不过母妃好像说过，她的家在21世纪。果然。严叔妹妹，你不会也是从21世纪来的吧？你的话太多了。冤枉啊！明明是严叔妹妹先问我的。好了，说说吧，你这次去元州查出了什么没有？查到了，上次应该是太子让元州知府张建之派人刺杀我的，只是不知道太子在用张建之的时候，知不知道他特殊的身份？什么身份？张建之并不是大庆人，而是犬戎人。犬戎人？那13年前？没错，应该就是你想的那样。他现在人在哪儿？我和安逸一起确认了这件事后，并没有打草惊蛇，只偷偷带回了这个。四皇子殿下，看来我们要长期合作了。乐意之至。接下来还请四皇子帮忙演一出好戏。我还以为严叔妹妹会请我一起看戏呢。母亲，我们这样做真的没有问题吗？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你只要照计划行事，到时候四皇子一死，这偌大的四皇子府就是雨落你的了。好。四皇子殿下，您还睡着吗？我操，这个女人怎么来了？怎么办？谁来救救我呀？记住了，你不要说话，一直咳嗽就行。四皇子殿下，不要说话，一直咳嗽。哦，对，咳嗽。咳得这么厉害，我要是和他，不会把天花传染给我吧？我确认过了，那个药真的能预防天花，所以雨落你就放心吧，你是不会被传染上的。可是四皇子要是死不了呢？怎么可能？四皇子得的可是天花。苏妍说不是能治吗？你笨啊你！四皇子死不了，想办法弄死不就是了？到时候还能让皇上治苏妍书一个医治不力的罪。对呀，还是母亲聪明。咳得这么厉害，应该不用我动手，那药效就能要了他的命吧。
四皇子殿下，您咳得这么厉害，雨落为您喝点水润润嗓子吧。喝水？干咳了这么久，确实需要喝点水了。我操！这个女人，她到底给我喝的什么呀？听说我不在的这段日子，严叔妹妹过得很是肆意啊。肆意？李明辉，你是在说笑吗？说笑？今是死尸夜袭，后是皇上传旨，接下来是老太监中毒，这桩桩件件，你说我哪件不是险中求生，还肆意？听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儿，可这不都在你的计算之中吗？这话怎么说？比如说王公公身上的毒其实是你下的，为的就是能面见父皇，现要求改姓。这都被你看出来了，还不算笨。当然，要是太笨了，怎么配合严叔妹妹合作呢？主子，你们可回来了！你这个样子，出什么事了？是元朗他中招了。太子殿下，你不能进去。放散了我的路，你活得不耐烦了你。哟，这是出什么事了呀？怎么这么吵？尚书夫人，你怎么会在这里？雨落呢？雨落刚刚听四皇子说口渴想喝水，进去给四皇子送水了呢。尚书夫人说雨落在里面。是呀。雨落。太子殿下，你不能进去。滚开！出什么事了？怎么这么吵？四皇子殿下，你怎么在这里啊？尚书夫人，这是哪里话？这里可是本王的府邸。那里面，雨落，雨落。死人了！雨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你告诉娘，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是啊，雨落，你告诉本宫，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我好伤，谁能帮帮我？太子殿下，你帮帮雨落好不好？雨落，别这样，我们先把衣服穿上。我不要穿衣服，我好热。雨落，我求你了，雨落。夫人，快带雨落回去吧。谢谢太子殿下。那个，夫人，回去找个嬷嬷给雨落看看吧。是。主子死了。给本王围起来，一个人都不许离开。是。苏颜说：“是你害的雨落，你。”太后娘娘驾到！参见太后娘娘，太后娘娘万福金安。都起来吧。谢太后娘娘。明儿，听说你大好了，可是真的？谢皇祖母关心，孙儿已经大好了。啊，那就好。对了，哀家还没进门，就听到这里吵吵嚷嚷、哭哭啼啼的，发生什么事了呀？慧儿对皇祖母说话，怎么也这般吞吞吐吐的？怎么还担心皇祖母会责罚你吗？看来李明辉是做贼心虚不敢说了。也对，太后可是我的亲姑姑，李明辉不过是寄养在太后宫里长大的，又怎么能比得上血缘亲情？既然雨落的名节已经毁了，那我今天说什么也要让苏颜叔付出代价，绝不能就这么算了。回皇祖母，孙儿其实是太后，姑母。
蓉儿，你怎么在这里？姑母，你可一定要为侄女做主呀！有什么话好好说，哭哭啼啼的成何体统？姑母，不是蓉儿不懂规矩，而是太后，哪里来的下贱蹄子？众目睽睽之下穿成这样，简直是伤风败俗。雨落好热，好难受啊！太后，你帮帮雨落好不好？太后，雨落，你别这样，你别吓娘啊！雨落，他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了？热，雨落好热。去请个太医来给他瞧瞧。是，不能请太医，太后不能请太医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回皇祖母，赵小姐这是……啊？什么？身为尚书府的小姐，竟然做出如此不知廉耻的事情！来人，提壶凉水，让她清醒清醒。是。不要，凉水会毁了雨落的一辈子呀！韩熙荣，你看看你生的好女儿，你看看她现在这个样子，和秦楼楚馆的那些又有什么区别？不是的，太后，雨落不是这样的，雨落一直都是个自爱的孩子的，太后，雨落是被人陷害了呀！太后，姑母，蓉儿求你了，不能用凉水。凉水好。赵雨落这是疯了？他是真的被吓疯了，还是在装疯？可他难道不知道，不管是哪一种，过了今天，他赵雨落的名声都会跌入谷底吗？难道说他还有后手？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怎么办？怎么办？我说怎么办？太后，不管如何，妹妹都是尚书府的小姐，这种事情绝不能让外男知道的。臣女略通医术，不如让臣女先给妹妹瞧瞧吧。你是？回皇祖母，这位就是替孙儿看病的尚书府的大小姐。你就是给皇帝献药的那个苏颜书？正是臣女。既如此，你就给雨落瞧瞧吧。是。苏颜书，你又想干什么？雨落她是你亲妹妹。尚书夫人不必如此惊慌，我只是想帮雨落妹妹解了体内的药效罢了。您也说了，她是我的亲妹妹，我总不能让她这么一直丢人现眼下去，那丢的可就不仅是她自己一个人的脸了。你夫人不如就让大小姐给雨落瞧瞧吧，众目睽睽之下，谅她也不敢耍什么手段。太子说的对，有太后和太子在，谅她也不敢对雨落做什么的。雨落的身子重要，那就先让她替雨落解了毒，再慢慢收拾她。那就有劳大小姐了。凉水好。赵雨落，你还挺能装啊？怎么？
你这是想学勾践卧薪尝胆吗？万福春，哼，看来你们是真的想要李明辉的命啊！哼，果然是装的吗？赵雨落，你这样把自己清誉毁了，是想忍辱负重，再图报仇吗？可你就不担心我会就事将你踩入谷底，让你永无翻身的机会吗？苏颜舒，我一定会让你为今天的事付出代价的。怎么，这就装不下去了？凉快，好凉快！姐姐的手好凉快。哼，但愿你能永远疯下去。姐姐，抱，姐姐，凉快，姐姐。大小姐，你看雨落，她到底怎么样了？我看妹妹一直喊热，定是内火旺盛所致。用冰魄散给她去火就没事了。那就好，那就好。冰魄散，苏颜舒，你是想要害死雨落吗？哦，尚书夫人，这话从何说起啊？你明知道雨落是，现在别说是冰魄散了，就是一桶凉水都能毁了他的身子。你，尚书夫人，你这是非要让我说出妹妹是因为误食了合欢的药物才会如此吗？你就一点也不在乎妹妹的名节吗？苏颜舒，你别在这里假好心，我看你就是故意要毁了雨落的身子，毁了她一辈子。如果不是这样，你为什么不用解药，而是非要用冰魄散？是啊，这种药不是有解药吗？回太后娘娘，妹妹中的这种药极为罕见，并不是我大庆常见的合欢散，所以臣女也是一时无法对症下药。不过刚刚尚书夫人那么笃定有解药，难道说尚书夫人知道雨落中的是什么药，或者说这药本身就是尚书夫人下的？简直一派胡言！我怎么会给自己的女儿用这种药？尚书夫人当然不会给自己的女儿下这种药，但如果这药原本是给别人下的，而赵雨落只是误食了呢？给别人下的？这里是明儿的寝房，难道不行？绝不能让太后知道我有解药，那样只会坐实了药是我下的，谋害皇子可是死罪，弄不好是要灭九族的。夫人，你要是有解药就赶紧拿出来吧。雨落他……太子殿下，你别听他胡说，我怎么可能有这种药？苏颜舒，我看你就是故意污蔑我。哼，既然尚书夫人也没有解药，难道要看着妹妹一直这样下去？还是说夫人准备给妹妹随便找个男人把毒给解了？尚书夫人应该不会不知道，中了这种药后，若是不能和男人那啥，时间长了得不到疏解，是很有可能爆体而亡的。难道夫人真的要看着妹妹就这样芳华早逝？我……行了，既然都没有解药，就依大小姐的用冰魄散吧。是啊，都听姑母的。母亲救我，我不要吃冰魄散。雨落，对不起，娘不能救你。不过你放心，等过了今天，娘会找世上最好的大夫给你调理身子，一定会让你好起来的。既然都决定了，那大小姐就用药吧。是，韩熙荣，我会一点一点的让你体会到我母亲当年被追杀时的心情。我会让你最亲近的人一个个都离开你，痛恨你，直到恨你入骨，然后自相残杀。赵雨落，你没想到吧？
你的母亲在保你的身子和保自己的命之间，她选择了保自己的命。哎呀，妹妹，你怎么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不会是已经烧糊涂了吧？姐姐凉快，雨落热，姐姐抱。妹妹别闹了，快把这个药吃了，吃了你就不热了。好漂亮的糖果，我要吃。好吃，姐姐给的糖果凉凉的，真好吃。你给我让开！雨落，快吐出来，那不是糖果，快吐出来！不是糖果，那是什么？那是毒药，会毁了你一辈子的毒药，快吐出来！毒药？我会死人吗？我不想死。孩子，你这是做什么？皇祖母，孙儿心悦雨露已久，愿以身为他解毒。没想到李泽辉这样的渣男，竟也有为爱献身的时候啊！吐出来了就好，雨落，你放心，我一定会救你的。太子哥哥，是我，雨落，是我。太子哥哥，这就带你离开这儿。等一下，皇兄就这么把赵小姐带走了？那床上那位？雨落他已经疯了，四弟还不肯放手，是非要把他逼死吗？四皇子殿下，既然妹妹已经疯了，您就放她离开吧。这可是……既如此，那便听严叔妹妹的。哼，站住！狗奴才，给我让开！尚书夫人说笑了，就算是狗，奴才也是只听主人话的狗，所以我家主子没让你离开，你就不能离开。你呀，姑母，你看四皇子他……行了，多大的人了，还学小姑娘似的撒娇，黏不黏糊？明儿你也是。那赵雨落都走了，你还把他留下来做什么？嫌不够清静吗？皇祖母教训的极是，只是孙儿寝室发生了这种龌龊之事，又牵连了一条人命，孙儿不得不慎重行事，还望皇祖母理解。你说什么？人命？什么人命？是孙儿的贴身侍卫。孙儿等进来的时候，赵小姐正和孙儿的侍卫在床上。你说什么？他竟然如此不知羞耻，如此这般，他还怎么配得上？太后息怒，姑母，雨落是被人陷害的。雨落她身为尚书府的嫡小姐，从小也是由教养嬷嬷教养的，不像有些人在山野长大，无人教养。雨落她是做不出这样的事情的呀。姑母，你一定要替雨落做主呀！陷害？你说谁陷害他？不能说李明辉陷害雨落，太后不会信的。那苏颜书不，李明辉一定会帮苏颜书的。现在只能先退一步了。是那侍卫，一定是那侍卫觊觎雨落的美色，所以强迫雨落喝下那种药。我想，那个侍卫何在？回皇祖母，那侍卫已经死了，现在还躺在孙儿的床上呢。什么？孙儿的侍卫虽然只是个奴才，却是从小到大一直伺候孙儿的，如今却因这件事丧了命。孙儿自是要查出真相的。还有什么好查的？我看就他觊觎雨落的美貌，才会不顾一切把我们雨落给……哎呀！
可怜的雨落呀！元朗才不是那样的人。就是，尚书夫人如此污蔑一个已死之人，就不怕遭报应吗？污蔑？哼！若不是他觊觎我们雨落美色，凭他一个侍卫又怎么会躺在主子的床上？那照尚书夫人这么说，元朗确实没有资格躺在主子的床上。但奴才还是想问问，赵小姐为什么会出现在主子的床上？你放肆！主子说话哪轮得到你们这群奴才插嘴？够了，都闹够了没有？太后，那茶水有问题。娘，这药真的有用吗？放心吧，这可是西域的万福春。四皇子大病初愈，身体本就虚弱，到时候不出1个时辰，保管能要了他的命。哼，说说吧，这茶水哪来的？回太后，这套茶盏是西风院的。你胡说！你凭什么说那是西风院的？雨落才没有给四皇子送茶水。韩熙荣，尚书大人可能不知道，我府上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各有各的位置，为防下人会不小心放错位置，我便让人在每一件物件上刻了此物应在的位置，所以秋月才会一眼便能看出那是西风院的东西。完了，中计了，不能让太后再查下去了，我不能就这样被苏元书给打败了，我要反击啊！只是要对不起我的雨落了。尚书夫人刚刚为什么要强调雨落妹妹没有给四皇子送茶水呢？就算那套茶盏是西风院的，也没人说那就是雨落妹妹端来的呀。好一个赵雨落，竟然妄想给明儿下那种药，简直是可恶至极！太后，雨落他只是喜欢四皇子，才一时糊涂做错了事。可这件事他也是被人算计陷害的呀。如果不是有人存心陷害，那原本躺在床上的就应该是四皇子，而不是那个侍卫了呀。太后，你要明察呀！苏言说，是你，一定是你设计陷害雨落的，因为你也喜欢四皇子，你知道雨落要给四皇子下药，怕四皇子和雨落有了夫妻之实后会抛弃你，所以你就不惜一切设计陷害雨落，让他被一个侍卫。苏言说，你好恶毒的心思，那可是你的亲妹妹。尚书夫人，你怎么能这么说妹妹呢？你知不知道，你刚刚说的那些话要是传出去，妹妹的名声可就全毁了。你就不怕妹妹恨你吗？你，姑母，雨落是有错，可她可是您的亲侄女啊，你不能就这么看着她被人陷害呀。和侍卫乱来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丢的也是韩家的脸面呢。韩熙荣这时再给太后打亲情牌吗？太后会为了韩家的颜面偏袒他吗？大小姐，可有什么要对哀家说的？回太后，回皇祖母，元朗会睡在孙儿的床上，其实是孙儿准许的。嗯，哀家是问他，又没问你，抢着回什么话？是，你说。是太后。事情是这样的，前些天四皇子突发天花，是元朗一直贴身照顾的，只是当时元朗并没有使用预防天花的药物，所以很不幸的也感染上了。要知道，天花的传染性是非常强悍的，所以孙儿就让元朗在我房中休养，让等他大好了再回自己的住所。这么做倒也是情有可原。你们胡说，明明已经有预防的药了，元朗怎么可能还被感染？预防天花的药只有在感染上天花之前用了才会有用，而元朗是一开始就感染上的，只不过天花也是有潜伏期的，所以才爆发的晚了一点。不过尚书夫人不是大夫，不懂这些也不奇怪。不是这样，这些都是你编出来的，就是你陷。好了，
既然事情已经都问清楚了，就和大小姐没什么关系了。咦，姑母，你闭嘴！这件事，赵雨落虽然有错在先，但他既然已经疯了，也算是受到了惩罚。明儿，你就别再追究了。是。至于那个侍卫，他对你也算是忠诚，就找个地方好好埋了吧。若是还有家人，多给点抚恤。孙儿谨遵皇祖母吩咐。姑母，别叫我姑母，生了那样一个不知羞的女儿，哀家没有你这样的侄女。周嬷嬷，摆驾回宫。是。是个太后娘娘，还挺有意思哈。言叔妹妹，这是什么意思啊？没什么，就是随便那么一说。苏言叔，今天的事还没完，我不会放过你的。好啊，尚书夫人有什么招，尽管放马过来，我苏言叔接着便是。哼，韩熙荣，咱们谁放不过谁还说不定呢。吴邪，派人跟着赵雨落了没？主子放心，一切皆在掌控。干得不错。那个言叔妹妹以后出门要小心了。什么意思？世人常说，女子本弱，为母则刚。你今天把赵雨落害成那样，你觉得韩熙荣会不会找你拼命啊？哼，为母则刚，就韩熙荣，就他也配？总之，言叔妹妹以后出门小心些就是了。我看要小心的那个是你吧？我可告诉你啊，太子今天肯定是看出了什么，不然他不会在最后关头站出来拉赵雨落一把的。言叔妹妹这是在关心我吗？你想多了，我只是不想这么快就损失一个优质的盟友。好吧，言叔妹妹果然是最会让人心疼的。行了，别装了，言归正传，既然你已经回来了，那我就回去了。回去？回哪里去啊？当然是回家喽。回家？言叔妹妹现在回去，不怕韩熙荣设了局等你吗？谁说我要回尚书府了？我是回我自己的家。春花秋月，我们走吧。是。那个，主子，你是不是把属下给忘了？怎么会？你这么能干，我忘了谁也不能忘了你呀。去把元朗接回来后，一起去苏府找我。是。言叔妹妹，这是要把本王最得力的干将都带走吗？四皇子殿下，这好像是我本就该得的报酬吧？还是说四皇子殿下反悔了，想收回当初的承诺？怎么会呢？我的意思是，言叔妹妹既然把他们都带走了，不如把我也一起带走呗。王爷，你的英明神武呢？我没看错吧？这是我们那个冷若冰霜的王爷吗？没看到人皮面具的痕迹，这是王爷，没错。元朗，你在太后和太子面前已经是挂了名的死人了，所以你不能再跟在我身边了。拿着这个，即刻出发去北冥山的北荒森林。到了那里，会有人接应你，并告诉你接下来该怎么做的。让他们都给本王小心点儿。是。李明辉，这么晚了，你这是做什么？言叔妹妹，为了配合你演戏，本王可是把自己的寝室都搭进去了。现在本王没地方睡了，就只能来求言叔妹妹收留我了。李明辉，脸呢？脸怎么了？本王的脸有问题吗？别告诉我你听不懂人话啊！这怎么会啊？本王只是没听懂言叔妹妹的话而已。你，哼，四皇子府那么多院子，怎么就没你睡觉的地方了？可是你把府里的暗卫全都带走了，本王睡着也没有安全感呀。所以言叔妹妹，你就收留一下本王吧。嘿，明明就是你说的，我帮你守住四皇子府，你把你的安卫势力给我的，
怎么，你想反悔？那哪能啊？只是我这不是刚回来，新人还没训练出来吗？云舒妹妹，你就让我在你这住一段时间吧。无赖。不过训练暗卫确实需要时间，那把人还给他。可我现在也是正要用人的时候，那让他住下。可我也不能让他一直住在苏府啊。哎呀，算了，等元朗到了北荒森林后，就让紫殿带些人手过来，然后让他带着他的暗卫营滚蛋。哎，春花，带他们去金凤院住下吧。我这是在哪儿？雨落，你终于醒了。母亲，雨落，你还好吗？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我没事，母亲回去吧。雨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那万福春不是让你给四皇子喝的吗？你怎么会？母亲这是在怪我办事不力吗？雨落，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什么？只是想掩盖你把我害成这样的事实吗？夫人，你可算回来了。小姐出事儿了。雨落不是被太子带回去了吗？难道雨落回来了？怎么回来的？哎呀，是太子送小姐回来的，只是一回来就怎么样？你倒是快说呀！看什么看？再看，本宫让人挖了你们的狗眼！太子哥哥，太子殿下，我们家小姐这是怎么了呀？滚出去！是。等一下。不知太子殿下还有何吩咐？备水，本宫一会儿要沐浴。什么？太子他竟如此啊！他难道就一点也不顾雨落的名节吗？唉，谁说不是啊？小姐的名声这下怕是……太子在哪儿？还在小姐房间里呢，都要了3次水了。太子殿下，雨落他怎么样了？雨落他太累了，睡着了。夫人不放心，可以进去看看。本宫就先回去了。太子殿下，夫人还有事？臣妇斗胆，敢问太子殿下，您会对雨落负责的吧？这个自然，只是此事事关重大，本宫需先禀过父皇。太子封妃确实不是小事，看来太子心里还是有雨落的。尚书夫人若是无事，那本宫这就回宫禀明父皇，争取早点给雨落一个名分。那臣妇就静候太子殿下佳音了。主子，你怎么能把人家送到怡红楼那种地方去呢？不送去怡红楼，难道要送你去见阎王吗？还是说你其实是真的想和赵雨落有点什么的？元朗不敢。行了，别委屈了，先想想你接下来准备干什么吧。干什么？当然是继续为主子效命了。你已经死了，不能再跟着我了。啊！小姐，尚书府传来消息，赵雨落醒了。醒了？不装疯了？不装了。听说醒来就和韩熙荣大吵了一架。哼，狗咬狗好啊。太子那边怎么说？下面的人说，听韩熙荣的意思，太子是答应娶赵雨落为妃的。太子昨天从尚书府出来后，也确实进宫了，但不是去的皇上的乾清宫，而是皇后娘娘的凤仪宫。凤仪宫吗？看来赵雨落是注定要和太子妃之位无缘了。小姐真是料事如神，皇后娘娘一早去了乾清宫，皇上下旨封赵雨落为太子良娣，估计这会儿传旨的太监已经在路上了。既如此，收拾一下，我们去给妹妹道个喜吧。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户部尚书赵百富之女赵雨落，
色艺极佳，特封为太子良娣，择日入住太子府。色艺极佳，公公，你是不是弄错了？怎么会是良娣呢？弄错了，尚书夫人这是在怀疑咱家，还是怀疑皇上啊？臣妇不敢。赵小姐，接旨吧。臣女赵雨落接旨。皇后娘娘说了，太子妃尚未进府，您这件事不宜张扬，还让赵小姐多担待些。赵小姐应该明白皇后娘娘的良苦用心吧？谢公公提点，臣女明白。赵小姐明白就好，那咱家就先回宫复命了，告辞。公公慢走。雨落，雨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皇上怎么会突然下这样的旨意啊？父亲还是问母亲吧。我累了，先回去休息。我可怜的雨落，太子他明明答应了会负责的，他怎么能出尔反尔呢？老爷，你可要为雨落做主呀！哎呀，夫人，你能不能先别哭了？你总得先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我才能……父亲还真是什么话都敢说啊！这就不怕连累赵家满门抄斩了？舒儿啊，你刚刚说雨落他和太子是真的吗？是真的。怎么会？前些天雨落不是在四皇子府上吗？怎么会和太子？说到这件事，父亲，你可真得好好管管你那位夫人了。这和夫人又有什么关系啊？你那位好夫人竟敢怂恿赵雨落下毒算计皇子，那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啊，父亲！什么？下毒毒害皇子？舒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四皇子的天花期间一直困于寝室不得透风，昨日将大好，便带着我一起去郊外透气散心。可这四皇子去散心，为什么要带着你去啊？父亲，你是不是忘了我是个大夫？四皇子将大好，他要出门身边能不带个大夫吗？再说了，这是重点吗？重点是我们回来之后好吗？回来之后？回来之后怎么了？四皇子散完心回府的时候，尚书夫人正和太子一起在四皇子院子里大闹着要进他的寝室呢，然后就听见寝室里传来妹妹的惊叫声。什么？雨落他竟然跟一个侍卫……父亲莫急，妹妹并没有和元朗发生什么。我们进去的时候，元朗已经死了。这件事情太后已经查清楚了，元朗是因为天花而死，而妹妹是误喝了自己给四皇子端过去的茶水，中了万福春才会那样。至于万福春是什么，相信父亲不要我解释吧。万福春？怎么是你？是梅姐姐让我给你送的参汤，你快喝了吧。好了，你可以走了。你在汤里放什么？傅哥哥，我喜欢你很久了，你就收了我吧。傅哥哥，你到底给我喝了什么？傅哥哥，对不起，我实在是太爱你了，所以才会给你喝万福春的。傅哥哥，我对你的爱不比梅姐姐少的。万福春，韩熙荣。万福春，韩熙荣。
看来不用我说，父亲也知道那药到底是谁下的了吧？你刚刚说太后也在，那这件事，四皇子他……父亲放心，那药既然四皇子没喝，那就构不成谋害皇子的罪。只是妹妹当时那个样子，太后看了很是不喜。太后本想用凉水让妹妹清醒一下，尚书夫人却怎么也不肯，说是可以用解药。可这万福春乃西域奇药，除了下药之人，别人是无法配出解药的。夫人只说可以用解药，却又不肯拿出解药。他这是怕自己担上谋害皇子的罪名吧？无法，我就想着先用冰魄散帮妹妹去除体内的燥热。我也知道这么做肯定伤了妹妹的身子，但也不能一直看着妹妹那样。而且夫人也是同意了的。韩熙荣这个毒妇，竟然这么糟蹋雨落！谁说不是呢？幸好太子殿下最终出面制止，将妹妹带走了。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没人告诉我一声？父亲息怒，这事儿发生在四皇子府，家里的奴才不知道也属正常。哼！老爷，太子殿下来了。臣赵百富参见太子殿下。尚书大人，快免礼。谢太子殿下。太子殿下这次来是……父皇已经下旨让雨落择日进府。俗话说择日不如撞日，本宫便想着不如今天就把雨落接进府去。太子这是昨天尝到滋味，今天就急火火的来抬人了。什么？你今日就要抬雨落进府？还望尚书大人成全。不行，虽然雨落只是个良娣，但照礼制，良娣也是要有婚娶仪式的，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住进太子府。尚书大人说的对，只是昨日本宫与雨落在府中的事，想必尚书大人都已经知道了吧？本宫对雨落一片真心，又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被冰魄散毁了身子？只是当时情况危急，本宫一时没考虑清楚，便把雨落带回了她自己的闺房。什么？你和雨落是在……本宫知道这件事是本宫考虑不周，怕是想着府里的下人都在背后议论雨落的德行了，所以本宫想着早点接她进府，也省得她在尚书府招下人背后指点。尚书大人，本宫这么做真的是为了雨落着想的。你也知道，良娣是不能先太子妃而大婚的。父皇如今还未给本宫定下太子妃的人选，这要是让雨落一直等下去，太子说的好像也不无道理。雨落现在进府虽然没有名分，但太子如今尚未有正妃。雨落要是肚子争气，在太子妃进门之前生下长子，那将来太子登基，太子还什么承诺也没给呢，赵百夫这就开始做梦了吗？哼，还真是个不折不扣的梦想家哈。既如此，父亲，臣女苏颜舒参见太子殿下。大小姐，父亲，这件事关系着妹妹一生的幸福，还是让妹妹自己做决定吧。父亲，你可不要异想天开啊！皇后娘娘若是不想要庶长孙，有的是办法让妹妹生不出孩子。再说太子如今还未登基，父亲想那么多有的没的，会不会太早了？那依你之见？依女儿之见，这事还是让妹妹自己做决定的好。太子殿下，您觉得呢？本宫颜舒相信，以太子殿下对妹妹的真心，定是会尊重妹妹的决定的。大小姐说的对，本宫自是会尊重雨落的决定。既如此，还请太子殿下稍后片刻，我这就替您去把妹妹请过来。小姐这是在帮赵雨落吗？你为什么会觉得我是在帮她呢？赵雨落这个时候以这样的方式住进太子府，是注定了不会有好结果的。小姐不是要报复韩熙荣吗？赵雨落过得不好，就是对韩熙荣最大的报复，不是吗？
可小姐似乎有意阻止赵雨落进太子府，小姐是想拉赵雨落一把？春花，你想多了，我从来不是烂好人，而韩熙荣最在乎的也未必是赵雨落。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让赵雨落自己做决定。不过，我想让他做决定的，并不是进不进太子府。小姐是想将赵雨落收为己用？哼，当年的事乃是韩熙荣一人所为，与赵雨落并无多大关系。况且，即便我再不愿承认，她是我的血缘妹妹的事已经是事实，是无法改变的。所以她要是够聪明，那我拉她一把也不是不可以。小姐人善，只是那赵雨落毕竟是韩熙荣亲生的。哼，亲生的，这人啊都是有感情的，却也都是自私自利的。小姐的意思是，素颜书，姐姐怎么来了？哼，你能叫我一声姐姐，也不枉我走这一趟。姐姐这是说的哪里的话？你我虽不是同门所生，但却都是父亲的血脉，既是一脉相承，那就是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好了，赵雨落，在我面前你就不要装了，你知道的，我不喜欢这些弯弯绕绕的小把戏。姐姐真的误会了，我是真心谢谢姐姐昨日的帮助的。嗯，我昨日有帮你吗？我昨日可是想用冰魄伞毁了你的身子呢。姐姐既然帮了我，又何必如此故作恶人？雨落之前是骄纵跋扈了些，却也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姐姐昨日给我吃的，若真是冰魄伞，我这会儿怕是已经寒毒缠身了吧？难道不是你把冰魄伞吐出来的原因吗？不是，冰魄伞药性极寒，且入口即化。姐姐昨日给我吃的那药丸，虽然凉意沁脾，却只是缓解了万福春的药力，并没有伤害我的身体。好吧，那是我师父秘制的玉书丹，可解万毒。听闻神医谷的丹药向来是万金难求，姐姐慷慨赠药，雨落感激不尽。唉，好了，我也不是什么烂好人，但却也是恩怨分明的。你若是安分守己，我是不会把韩熙荣的罪算到你头上的。是，雨落知道了，以前都是我不懂事，被母亲被我娘她蒙蔽，做了些不知进退的事。如今我也受到教训了，以后定不会再执迷不悟了。好，既然你是个明白人，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我问你，昨天的药到底是谁给你下的？是。哼，你最好实话实说，否则我就算有心帮你，也无能为力。是我自己。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要给自己下那种药？你不知道这样会毁了你的名节吗？母亲为什么让我也喝那种药？不是只给四皇子喝就好了吗？傻丫头，你懂什么啊？要是只有四皇子喝了那药后又死不了，知道是我们算计了他，那我们整个赵家可就都完了。可是您不是说……雨落，你听娘的不会错的，我们要做两手打算。你在给他喂药之前，先自己喝一口，就说是给他试毒，这样就算他死不了，也不会怀疑到你身上。可是我要是吃了那种药，我难道真的要和四皇子？那我的名节……哎呀，娘知道，我们雨落的心里只有太子，又怎么可能真的让你跟了四皇子呢？你放心，娘已经和太子殿下约好了，到时候我和太子殿下就在外面守着，只要屋里有动静了，外面会第一时间进去阻止的。可是……放心吧，太子殿下说了，你是他心里的太子妃，他是不会让你失身于四皇子的，他会第一时间带你离开。所以你就听了你娘的话，在给李明辉喝水之前，自己先喝了。我当时也是鬼迷了心窍了，所以……说吧，为什么要喝赵雨落端来的茶水？你难道不知道什么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吗？属下一开始是有怀疑过的，可是
那赵雨乐他自己也喝了呀。我就想着，他总不会给自己下药吧，所以我就……哼，算你识相，没有说谎。其实雨落也有一事不明，不知姐姐可不可以解惑？你问吧，能告诉你的我都会告诉你。姐姐，四皇子其实没有得天花吧？没有。我知道了。你就不问问四皇子为什么装病？我怕知道的多了，命就活不长了，所以不该我知道的，还是不要问了。赵雨落，你很聪明，我可以向你保证，只要你安分守己，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都会帮你。是，雨落以后定不会插手姐姐和我娘的恩怨。很好。不知姐姐可还有别的吩咐？还有一件事，太子殿下来了，说是今日就要抬你进府。什么？太子哥哥他怎么可以如此？太子殿下来了，说是今日要抬你进府。什么？太子哥哥他怎么可以如此？赵雨落，你既然是个明白人，那我就明白告诉你，我之所以拦住太子先来问你，就是想让你争取选择自己的人生。你若自己愿意去，我不拦着；但你若不愿去，我可以想办法帮你拒绝，且保余生平安顺遂。我不要什么平安顺遂，我不要碌碌无为，我要为自己拼一把，哪怕是赌上性命，也不往来人世间走一趟。赵雨落，你可要想清楚了，你若在太子府出了什么事，我是没有办法帮你的。多谢姐姐提醒，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既如此，我不多说了，你我姐妹一场，这个荷包你拿着，是一些你用得上的东西。多谢姐姐还愿意为我着想。先别谢得太早，我能帮你的不多，剩下的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这个赵月落真不识抬举，小姐都答应帮他了，居然还上赶着去给太子做妾。就是，太子都那样作践他了，还要贴上去，真是自找死路。真不明白小姐为什么要帮他。路我是给他指出来了，就看他怎么选了。雨落他会答应的吧？也不知道舒儿和雨落谈得怎么样了，雨落会答应吗？太子殿下，父亲，我已经问过妹妹了，妹妹愿意跟太子殿下回府。真的？真的。不过什么？不过妹妹昨日太过劳累，今日身子似有不适，所以还请太子殿下将轿子抬去妹妹的寝室接她。昨日太过劳，这个大小姐说的对，本宫这就亲自去接她。太子殿下请便。那尚书大人，本宫这就先告辞了。什么德行，还太子呢？我呸！父亲慎言。不过话说回来，昨日太子殿下和妹妹在府里，父亲当真一点都不知道吗？昨日太子和妹妹在府中发生的事，父亲当真一点都不知道吗？舒儿，这是什么意思？父亲别误会，女儿的意思，毕竟父亲才是这尚书府真正的主人，而这尚书府的下人一个个的都知而不报，似乎没有把父亲你这个一家之主看在眼里呀。舒儿说的对，府里的那些个耳报豺狼是该换一换了。父亲既然想通了，我就先回去了。回去？回哪儿去？当然是回苏府啊。父亲不会连这个也不知道吧？皇上把外公当年的那个宅子赐给我了。这个，有所耳闻啊，有所耳闻。那我就先回去了。父亲若是有什么事，派人来通知我一声便是。舒儿，父亲还有事？为父那个药。药？什么药？就是那个解药啊。哦，父亲是说你生辰那天我抹在母亲遗物上的药啊？是呀，那个解药要多久？父亲不要担心，我并没有在那发簪抹毒药，
没有抹毒药。父亲，你可要想清楚了再说。毕竟那发簪上的毒，只有我能解。可是你当时……我当时要是不那样说，父亲能认我这个女儿吗？哎呦，怎么会？舒儿，你误会为父了。为父怎么会不认你呢？不管你姓赵也好，姓苏也罢，你都是为父的女儿啊！老狐狸，这会儿开始打亲情牌了，看我怎么玩死你！父亲说的对，女儿不管走到哪里，都还是你的女儿的。哎，乖女儿，那个舒儿啊，你也看到了，你母亲你韩姨娘，她这样的性子，若是再让她执掌中会，怕是我们赵家就要毁在她手里了呀。那父亲的意思是？为父听说四皇子生病期间，已将四皇子府打理得井井有条。你看你能不能先回来，把家里……父亲要我回来执掌中会，可尚书夫人……嗨，什么尚书夫人？你娘才是尚书夫人，她就是个姨娘。哼，现在知道我娘是尚书夫人了。哼，都说迟来的深情比草贱，这迟来的身份又有谁稀罕了？父亲，不是女儿不愿回来帮你，而是尚书夫人这些年在府中已积威甚深，府里的下人连父亲这个一家之主的话都不听，又怎么会服女儿管教呢？哼，他们还敢反了天不成？舒儿，你就放心，他们要是敢不听话，为父替你做主。父亲，你是不是忘了，他们连您的话都不听呢，您又怎么给我做主？那依舒儿的意思……哼，老狐狸，自己想卸磨杀驴，还想把我推出来做恶人，真是好算计。依女儿的意思，父亲还是和尚书夫人商量商量吧。毕竟这么多年的情分在，我想她以后不管做什么事，都会以父亲为先的。父亲，若是没有别的事，女儿就先回去了。小姐为什么不愿意接尚书府的中馈？那应该也是韩熙荣最在意的吧？表面上看，接掌尚书府的中馈是能刺激韩熙荣，可韩熙荣在赵府这些年也不是白混的。赵百夫若是没有那个决心去整治，我这个时候去接手，只会是和韩熙荣鹬蚌相争，让赵百夫渔翁得利罢了。再有就是，我的目的只是让韩熙荣体会我母亲当年受过的每一寸煎熬。这后宅那些个鸡毛蒜皮的事，本小姐还不放在眼里。是，属下明白了。小姐，我们现在去哪？天花疫苗献上去也有一段时间了，今日有空去接种点看看。是。你们让我进去，我要见你们管事的。滚滚滚！就你也想见我们管事的，真是痴人说梦。我真的会帮人接种疫苗，你让我见见你们管事的，他一定会论我的。我呸！也不看看你那破破烂烂的穷酸样，就你也会接种天花疫苗，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滚滚滚，滚远点！你们真是狗眼看人低！哼！秋月，跟上他，看看他究竟是什么人。是。小姐，出事了！怎么回事？秋月回来了，重伤，回来昏迷了。走去看看。小姐，小姐，属下……哎，你伤得不轻，不要起身，躺着说就好。属下按小姐的吩咐，一直跟着那人。那人似乎是一开始就发现了属下，一直带着属下在城里转圈。后来，属下想着，与其这样一直转下去，还不如直接拦下他问上一问。于是，属下就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将他拦住。他似乎是很警觉，我一拦下他就出手还击了。所以你就被他打成了重伤？不是，
底是什么人？哼，这种话应该是我问姑娘你的吧？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一直跟着我？让我猜猜，是你家小姐让你来的吧？啊，你怎会知道？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我想干什么？你家小姐就让你问我这2个问题吗？哼，笑，还有小脾气呢。回去告诉你家小姐，我和她似有非敌。可是，我要怎么相信你？你相不相信我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家小姐信不信。我该怎么让她相信？也不知道猜的对不对。如果不是她，算了，弄个接头暗号吧。你帮我带句话给你家小姐，她要是听得懂呢，就让她去城外的城隍庙找我。看着他也不像什么十恶不赦的人，小姐只说让我跟着他，也没……啊，小心！所以你不是被他所伤，而是为了救他被那黑衣人所伤？是。那他让你带什么话给我？我当时接下那黑衣人一掌之后就晕了过去，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想带什么话给小姐。当时就晕了？你是怎么回来的？这个属下也不知道。门房那边的人说是听到有人敲门，打开门就看到秋月躺在地上，并没有看到其他人。既然秋月当时就昏迷了，就不可能自己回来敲门。那是他送你回来的？城外的城隍庙吗？哼，我去会会他。城外的城隍庙吗？哼，我去会会他。小姐是现在就要去吗？属下这就去叫人。不必了，我一个人去就好。小姐，万万不可！放心吧，我去就回，不会有事的。可是，陈华，你就听小姐的吧，那个人应该不会伤害小姐的。什么？你说主子孤身一人去城隍庙会那个来历不明的人了？哎呀，那你为什么不跟着呀？小姐不让跟着，秋月也说那人应该不会对小姐不利。什么叫应该啊？再说了，就算那人真的不会对主子做什么，那个黑衣人呢？要是那个黑衣人卷土再来怎么办？这可怎么办？你们2个在说什么呢？什么黑衣人啊？四皇子殿下，你不是要见我吗？现在我已经来了，为什么还不出来相见？他说不知道小姐是不是他要找的人，还说要弄个什么暗号什么的，说小姐你要是听得懂就去找他，要是听不懂就算了。弄个暗号，街头暗号，听得懂？敢说出这样的暗号，应该是除了我没人能听懂。可是我能听懂的，难道真的是他？可若不是，不管了，先试试再说。What kind of the person are you? Why don't you dare to come out and see me? 英语都听不懂，难道我猜错了？不是他。记住，这次我们的暗号是天王盖地虎，小猫抓老鼠。切，幼稚。好吧，我幼稚，你不幼稚，你想一个。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说你也太千篇一律了吧？到底是不是他？我要不要再试一试？天王盖地虎，小猫抓老鼠。山也迢迢，水也迢迢，山水迢迢，路遥遥。今天的天气好晴朗，处处好风光。燕叔，真的是你？哎呀，你说这老天爷也是够偏心的哈！凭什么你穿越过来就是官家大小姐，住的是高宅大院，而我呢，就让穿一个小乞丐身上，只能流落街头，行街乞讨，想应聘个药店伙计都被人赶出来，真是太偏心，太欺负人了。哎呀，好啦，少埋怨老天爷了，你不是也混得不赖吗？传闻丐帮帮主江云锦，暗地里的财富堪比国库。可偏偏就喜欢做个沿街乞讨的乞儿，你说你能怪老天爷吗？我怎么就不能怪他了？我现在所有的财富
都是我亲手一点一点打拼出来的，好不好？老天爷可是没帮我一点。谁不是呢？我刚来的时候就被人追杀，要不是原主的母亲以命相护，怕是……哎，所以说，凡事还得靠自己。老天爷什么的，真的不靠谱啊！谁？怎么没人啊？李明辉，他怎么来了？该死的，晏殊到底在干什么？怎么还不出手？嘿，别打了，自己人都住手！晏殊妹妹，你没事吧？我没事。四殿下怎么来了？我听吴邪他们说你一个人出来了，很是不放心你，就过来看看了。你有心了。晏殊，他是谁啊？哦，我来介绍一下，名册，这位是当朝四皇子李明辉。四皇子？晏殊，你刚刚说的这个是之前有一个穿越人士，那个人又穿回现代了，但是留下了一个儿子，说的就是他？嗯，没错，就是他。他们两个在说什么？说吴母妃？难道眼前这个人和晏殊妹妹一样，也是来自吴母妃的那个世界？原来是四皇子殿下，在下江云锦，久仰大名。幸会幸会，江云锦，丐帮帮主江云锦。没错，我就是那个要以乞讨为生的丐帮帮主江云锦。所以两位，你们要不要收留我呀？小姐回来了。主子，你没事吧？没事，让你们担心了。小姐，你怎么把她带回来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朋友江云锦，他和四皇子一样会在府中暂住。是。动作还是一如既往的快、准、狠。看来你这些年没少锻炼。哼，你不也一样？看来我们都一样的忘不了前世啊。是啊，谁又能想到前世那些惨无人道的训练，会成为我们现在生存的资本呢？小姐，赵百富来了。他怎么来了？赵百富，你那个渣爹啊？晏殊，我可提醒你啊，赶紧离你那个渣爹远一点，免得到时候被连累了。什么意思？据我丐帮得到情报，赵百富身为户部尚书，掌管国库，同样也帮皇帝掌管着皇家生意。然而他的心好像并不在大清王朝。说清楚。前不久，江州丐帮分部接到了一桩押运的生意，打的就是皇家商号旗号。当时江州分舵的负责人也没多想便接下了。到了地点验货交货，才发现那批货竟然都是军刀，而且不是大清军队常用的。你是说赵百富通敌叛国？不一定是他，但能利用他身份权力的，一定是他亲近的人。我知道了，父亲怎么想起来我这儿了？逆女，你还有脸问？逆女？哼，如果父亲是来耍威风的，那么你可以回去了。我们苏府不欢迎你。来人，送尚书大人。是。逆女，雨落她可是你的亲妹妹，你怎么能把她害成那样？父亲，你怕不是睡了一觉就把昨天的事全忘了吧？赵雨落可不是我害的，那万福春可是尚书夫人的独门秘药呢。万福春不是你下的，可冰魄散是你下的，是你用冰魄散害得雨落寒毒沁脾，终生不能侍寝。你说赵雨落终身不能侍寝，什么意思？太子府今日一早传来话，说雨落昨晚毒寒发作，太医院的所有太医都给请过去了，都说是毒寒沁脾，怕是以后都不能。哼，父亲，你想要女儿怎么做直说就是，又何必用这些弯弯绕绕的小心思来破坏你我仅剩的那点父女情分呢？是为父想差了，只是舒儿啊，雨落她毕竟是你的亲妹妹，这要是以后都不能，那她这辈子可就毁了呀。要不你就把解药。父亲，如果我说我没有解药，你信吗？这没有解药，那既然父亲都开口了，我会去太子府给他看看的。好。不过，父亲，我可不敢保证能解他的毒，所以父亲还是不要抱太大希望的好。这怎么会？舒儿，你不是诡异的徒弟吗？怎么会连区区的寒毒都解不了？哼，
这恐怕就不是我能不能解的事了，而是要看赵雨落他愿不愿意让我帮他解了。这是什么意思呀？难道他还愿意一直被寒毒折磨不成？好了，父亲，你有那个心思担心赵雨落，还是担心你自己吧？担心我？父亲，别怪我没提醒你。皇上之所以把皇上封号交给你打理，是因为信任你。但如果说你借着皇家商号的名义做通敌叛国的事……你说什么？什么通敌叛国？女儿偶然间得到的消息，有人借着皇家商号的名声与南梁勾结，并给南梁提供军需武器。父亲，你说这要是让皇上知道了……不，这不可能，不可能？哼，父亲是说皇上不可能知道这件事，还是说这件事不可能发生？不是，我的意思是这件事儿，多谢舒儿提醒了，为父一定会尽快查清楚是怎么回事的。为父还有事，就先回去了啊。这么着急？看来老狐狸的心里是真的有鬼呀。小姐，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去太子府，看看赵雨落究竟是怎么回事。言叔妹妹这是要去太子府吗？真好，我也许久未见太子皇兄了，不如一道前往。四弟，赵大小姐，这是什么风把你们给吹来了？听说太子皇兄新进门的侧妃病了，大小姐不放心，我就陪她过来看看了。这种事怎么还传到大小姐那里了？太子殿下此言差矣，雨露不管怎么样都是我的亲妹妹，她的事我知道难道不是应该的吗？话是这么说没错，可是雨落她怎么了？这个雨落她一直吵着说是大小姐害了她，所以大小姐……哦，她真这么说？是。哼，我去看看她。哎，大小姐别去，雨落她……哎呀，太子皇兄，他们女儿家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处理就好了。你我兄弟也是许久不曾好好坐下来说话了，今日得空，不如手谈一句如何？哟，一日不见而已，妹妹怎么变成这般模样了？苏颜舒，你这个贱人，你还敢来！我定要告诉太子哥哥，贱人，我一定要你付出代价！我害你，赵雨落，我告诉你，造成今天这一切的人不是我，而是你娘。你胡说！我娘才不会害我，她可是我的亲娘，她怎么可能害我？是你，明明是你！好了，别演了，人已经走了。走了？赵雨落，你是不是傻？我不是跟你说过，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吃那种药吗？姐姐，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有事告诉我，有事告诉我，我不是给你联络方式了吗？为什么要用吃药自残的方式让我来太子府？这件事很重要，我不敢通过别人。你发现什么了？我发现太子殿下他……哎呀，太子殿下他怎么了？你倒是说呀！我发现太子殿下他不是皇上的儿子。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太子不是皇上的孩子？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昨天我刚跟太子回府，那个人就来了，他把太子叫去了前厅说话，我很好奇，就偷偷跟了过去。这么晚了，大人怎么来了？哼，你还有脸问？我问你，你这么急把赵雨落接回府，是想干什么？不是大人让我想办法娶赵雨落的吗？我是让你娶赵雨落，可没让你这样把他抬进府。可是如今赵雨落已经不是清白之身，皇后娘娘那边不同意我娶她为正妃。哼，少拿皇后来压我，还真把自己当皇后的亲儿子了不成？我告诉你，
你要是再不听话，我有的是办法将你的身份公布于众。到时候，大人饶命！大人，我错了，我这就想办法让皇后娘娘答应封雨落为太子正妃。不用了，大人。我之所以让你娶赵雨落，是因为赵百富对我们有用。现在赵雨落虽然毁了，可赵百富又不是只有赵雨落一个女儿。大人的意思是想办法赢得苏颜舒的芳心，然后娶她做太子正妃。这怎么办不到？办得到，一定办得到。可是大人，苏晏舒已经改从母姓，几乎是和赵百富断绝了父女关系，娶她能得到赵百富的支持吗？蠢货！我们要的是苏颜舒，一个苏颜舒就能把尚书府所有的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你要是娶了她，还愁赵百富不乖乖听话？是，大人说的极是。哼！再说，那苏颜舒除了是赵百富的女儿这一重身份，她还是诡异圣手许文华的传人，身后站着的是神医谷。神医谷是什么样的存在，你不会不知道吧？是，属下明白。谁？再后来我就被发现了，被你听到了这么重要的事情，他们居然没有杀你灭口。我刚开始也以为我死定了，情急之下就将姐姐给我的冰魄散吃了。雨落，你怎么在这儿？太子殿下，说，你刚刚都听到了什么？太子殿下，你说什么？我难受。雨落，对不起，不要怪我心狠，要怪就怪你听到了不该听到的。太子殿下，饶命！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刚来，可是本太子只相信死人。够了，放开他吧。大人，他现在还不能死，放了他吧。可是他刚刚……他应该是刚来，所以并没有听到我们刚刚的对话。放了他吧。可即使他刚刚什么也没听到，现在也……太子殿下，我难受。之后我就昏迷了，醒来后就在自己房间了，太子也在，还有好多太医。废物，一群废物，连个寒毒都解不了，我要你们有何用？太子殿下息怒，都给我滚！大人，既然已经活不久了，就别脏了你的手了。他要是死在你的手里，别说苏颜舒了，怕是任何一个女人都不会对你动心了。是，属下明白的。雨落，不要怪我，我不想杀你的。可是你要是不死，死的就要是我了。所以你最好乖乖的待在府里，哪儿也别去，知道吗？所以你现在还是很危险啊。姐姐，你说过，只要我不愿意进太子府，你就有办法阻止太子带我进府。现在你也能带我出去的，对不对？你一定有办法救我出去的，对不对？姐姐，你一定能救我出去的，对不对？赵雨落，我知道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但我还是希望你能继续留在太子府。为什么？姐姐，我听到了他们的秘密，他们想杀我。继续留下来，我会没命的。正因为这样，你现在留下来才是最安全的。你之前已经用冰魄伞把他们给糊弄过去了，所以只要你一直装下去，还是一如既往的爱慕太子，他们不会害你性命的。相反的，一旦你有想离开太子府的迹象，他们立刻就会知道你是真的知道了他们的秘密。那么就算我把你成功带离太子府，他们也会想办法杀人灭口的。姐姐说的对，我听姐姐的。相信我，乖乖留在太子府，我会把秋月留下来暗中保护你，不会让他有机会伤害你的。好，我相信姐姐。苏颜舒怎么还没回来？赵雨落会不会把昨晚的事告诉他？太子皇兄，
太子皇兄。四弟，你叫我想什么呢？该你落子了。那个四弟啊，言说妹妹去了好一会儿还没回来，我有点不放心，要不我们一起去转转？太子殿下，我家小姐有话让我带给你。你家小姐言叔妹妹？回太子殿下，是的。不知言叔妹妹有什么话要对太子皇兄说，我能听听吗？这个小姐并未交代要避讳旁人。既如此，你说吧。我家小姐让太子殿下务必管好自己的侧妃，不要像疯狗一样随意攀咬别人。那万福春是她娘下的，她自己喝的。我家小姐是好心，想帮她保住名节，才会给她用冰魄散，让她不要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还有，冰魄散虽然没有解药，却也死不了人，休要以死来陷害我。最后，我家小姐请太子殿下帮忙，千万看好赵雨落，别让他死了。要死也得等我家小姐研制出冰魄散的解药，给他解了冰魄散后再死。看来赵雨落现在还不能死，至少在我赢得苏言树的芳心之前不能死。你家小姐为什么要让你带话？她自己人呢？对了，言叔妹妹人呢？我家小姐被太子殿下的侧妃给气着了，先回去了。言叔妹妹不是回去了吗？怎么这是放不下我，又回来接我了？唉，我说你能不能不要那么自恋？自恋是谁啊？我都不认识她，我要她干嘛？我只要言叔妹妹就够了。油嘴滑舌。好了，少废话，我有事要和你商量。什么事这么急啊？不能等回家再说？确实很棘手。棘手？我问你，你想做皇帝吗？言叔妹妹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啊？你先回答我，你想不想做皇帝？皇权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最重要的，相对而言，我更想找一个喜欢的人，一起携手天涯，看遍世间美景。只是太子殿下一直不肯相信你心无皇位，一直将你视为皇权路上的第一劲敌。那你知道太子殿下为什么一直针对你吗？也许是父皇对母妃的爱已经超出了一个帝王该有的感情，也许是因为皇祖母对我的宠爱超出了所有人。殿下错了，太子出生便被立为太子，从小到大，不论是学业还是政绩都无大过。皇上太后就算再宠爱你，也没有废除他的理由，所以他完全不需要因为这些而故意针对于你。言叔妹妹是不是知道了什么？你说什么？太子皇兄他不是……我得到的消息是这样没错，而且皇后娘娘似乎也不知道这件事，所以我猜太子应该是很小的时候就被人偷偷换掉了，只是不知道那个神秘的黑衣人到底是什么来历。犬戎人？你怎么知道？上次刺杀的事乃是太子指使元州知府毛血旺所为，后来安义又查出毛血旺并不是大庆人，而是犬戎人。当时我还在以为太子是被犬戎人的狡猾蒙蔽了，现在想想，毛血旺能官至4品知府，我们这位太子还真是功不可没。这恐怕不是太子一个人的手笔。你是说……那个被太子尊称为大人的黑衣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人也是大晋朝堂上的重臣之一。没错，大人这个称呼确实不是犬戎的称呼，只是这个什么的大人会是谁呢？这个不难猜。赵雨露虽然一直说没有看到那人的脸，却在每每说到那人的时候都眼神闪烁，所以我猜赵雨露肯定认识那个人，而且是那种9族之内的亲眷关系。你是说赵雨落其实是看到了那个人的脸，之所以说没看见，是怕被连累。与赵雨落有关系，9族之内有身居高位的赵百富。不，听赵雨落的意思，那个人起初是要拉拢赵百富的，所以赵百富可以排除了。不是赵百富，韩墨渊。应该是他没错。韩墨渊，官居1品的低谷奸细，好啊，还真是好得很呢。四殿下可想好要怎么做了？哼，我虽无心问鼎皇位之心，却也容不得他人觊觎我大庆江山。既然如此，不知四皇子殿下可愿与我联手？联手？我和四皇子一样，向来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人若犯我，我必诛之。敢算计我的婚事，找死！
那严叔妹妹可有什么好的应对之策呢？虽然不能打草惊蛇，但却可以先断其臂膀。不知四皇子殿下大驾光临，下官有失远迎，还望四皇子殿下恕罪。赵尚书免礼吧。谢四皇子殿下。叔儿啊，你说你刚从太子府过来，那你可看见雨落了？他可还好啊？父亲，我是不是提醒过你，与其担心赵雨落，还不如担心你自己。你说的那件事，为父已经派人去查了。父亲，你说这样的话，你自己信吗？你这话什么意思？难不成你还怀疑？那个赵尚书继续，我听着就好。这件事四皇子已经知道了，而且正在彻查，所以父亲，你若是不想被查出来株连九族的话，还是老实交代的好。父亲，你若是不想被查出来株连九族的话，还是老实交代的好。四皇子饶命啊！这件事真的不是我做的呀！哦，不是你做的？真的不是我做的呀！四皇子殿下，你一定要相信我呀！您就是借我10个胆子，我也不敢做通敌卖国的事儿啊！可是那些人确实是借着皇家商号的名声，暗地里给南梁运送武器的，而皇家商号父皇又确实是交给尚书大人你打理的。我父皇将皇家商号交给大人打理，是对大人莫大的信任。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情，无论是不是大人所为，大人怕是都难辞其咎。不过尚书大人若是能在父皇发现这件事之前，主动交出幕后之人将功补过的话，本王还可以在父皇面前替大人美言几句。四皇子殿下，真的不是下官不愿意说，而是父亲，我看你还是坦白说出来的比较好。你若是一直这样支支吾吾、藏藏掖掖的，四皇子就算有心帮你，那也无从帮起啊。赵尚书，你是要一直包庇令夫人吗？四皇子殿下，知道了。父皇把皇家商号交给尚书大人打理，我相信以尚书大人谨慎的性子，应该不会让不相干或者不熟悉的人插手商号的事儿的。那能接触到的，自然就是尚书大人的亲眷了。四皇子殿下，你一定要帮帮我呀！这件事儿，我是被蒙蔽，我不知道夫人她。要我帮你啊，也不是不可以。不过，只要四皇子殿下能帮我，要我做什么都可以。好，既如此，我要你即刻断绝与太子府的一切往来，否则……是，下官都听四皇子的。下官以后定为四皇子马首是瞻。还有你那位夫人，下官这就休了她，让她滚回韩家去。不，父亲不能这么做。舒儿，父亲不能休了韩熙荣。这是为什么？父亲，你有没有想过，凭韩熙荣一介女流，她哪来的胆子干这些通敌叛国的事儿？舒儿，你是说韩相他？那韩相通敌叛国，这怎么会？这件事是赵雨落亲眼所见，亲口所说，定然是假不了的。雨落，他怎么会知道？父亲可能还不知道，现在的太子并不是皇后娘娘的儿子，而这一切就是韩墨远的手笔。什么？太子他怎么会？昨晚赵雨落亲眼看到韩墨远去找太子，听到他们的对话。韩墨远原本是打算让太子娶赵雨落，从而进一步利用父亲在户部的一些权力，但韩熙荣和太子的一番操作打乱了他原有的计划，所以韩墨远亲自出面警告太子，并吩咐了接下来的计划。接下来的计划，他们还想做什么？这件事情父亲就不要管了，父亲只管看好韩熙荣，别让他再有机会接触皇家商号的事就行了。好，为父都听你的。只是舒儿啊，我这突然间就夺了他管理商号的权利，又将他看管起来，
会不会打草惊蛇呀？父亲，如果你连这点事情都处理不好的话，我真的很怀疑你是怎么坐上户部尚书这个位置的。我是可以用德行有亏，救女无方这借口夺了他的管事权，只是这样一来的话，就要连府中的钟馗一起。唉，父亲，放手去做吧，府里的钟馗我会回来接手的。真的吗？舒儿，你是真的愿意回来吗？这样好像不妥吧？那个，之前严叔妹妹一直拒绝接受赵府的钟馗，如今又突然答应了，这样很容易引起有些人的怀疑的吧？这个四皇子放心，下官已经想过了，我们只要把戏给做足了，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的。舒儿，未免露出破绽，今日你先回苏府，待为父先处置了韩熙荣，再请你回去。看赵百夫这个表情，我怎么有种我被他算计了的感觉呢？舒儿，未免露出破绽，今日你先回苏府，待为父先处置了韩熙荣，再请你回去。严叔妹妹在想什么？没什么，就是觉得我们今天去找赵百夫，好像是在他的意料之中。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占了主导，可到后面，我们好像有点被赵百夫牵着鼻子走了。上次他就有夺了韩熙荣管理钟馗的想法，现在想来，他不会那时就知道韩熙荣贩卖军需的事了吧？很有可能。若是如此的话，那我们还能信任他吗？能。我虽然不是很了解赵百夫，但我相信外祖父的眼光。苏相爷。我相信外祖父的为人，我相信他的眼光。外祖父当年既然能将我娘嫁给赵百夫，证明他还是有可取之处的，至少应该不会通敌叛国。那我们接下来就配合赵百夫演戏吧。还有一件事，我们必须赶紧去做。什么？你要我去江州？我说四皇子殿下，你确定你这不是在假公济私？这可不是我的主意，明明就是严叔让你去的，你可别冤枉我。严叔，这真的是你让我去的？这件事情交给谁去做我都不放心，但我自己现在又抽不出身去，所以云锦只能辛苦你跑一趟了。好吧，既然晏叔开口了，那我就辛苦一下跑一趟吧。不过晏叔，等我回来了，你一定要补偿我。没问题，你想要什么补偿都可以。那我要吃你做的黑森林蛋糕啊！我不管，你就说你给不给我做吧。你要是不做的话，我就不。做，肯定做，只要你愿意吃，我可以一直给你做。真的？真的。我说你们两个能不能等事情解决了再谈别的？说吧，你们要我去江州做什么？说吧，你们要我去江州做什么？去查上次你说的那件事。我说的那件事儿，皇家商号贩卖军用兵器的事儿。可这件事已经过去有一段时间了，而且当时江州丐帮的人也没有留证据，现在要查，怕是没那么容易。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不会是对自己没信心，不敢接这趟差事吧？笑话，我堂堂21世纪王牌特工，会对自己没信心？那可说不好，毕竟我听说在你们21世纪是有着各种先进的黑科技的，现在没了那些黑科技，我真的很怀疑你能不能完成这次的任务啊。我要是查出来了呢？你若真的查出了非常有用的证据，那你就离开苏府，回你的四皇子府去。好，一言为定。答应的这么爽快，看来也没有那么在乎晏殊嘛。等严叔妹妹回了赵府，我自然不会再继续待在这里。二位，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二位就此留步吧。也好，此去江州，凶险万分，希望这里面的东西能在关键时刻帮到你。多谢。韩墨远的祖籍也是在江州，若是实在无法下手，不妨从江州的韩府下手。知道了，交给我，你就放心吧。二位，就此别过，保重，一切小心。告辞。驾。主子，你们回来了。出什么事了？赵百夫来了。啊，这么快？舒儿啊，为父昨晚已经下令，
夺了韩熙荣管理钟馗的权利，将他关进了后院一个偏僻的小院子。现在府中诸事无人打理，你看……父亲放心吧，我既然答应你了，就不会反悔。好，好。尚书府吗？我苏颜叔又回来了。娘，你看到了吗？属于你的一切，女儿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拿回来的。恭迎大小姐回府，大小姐安好。父亲，这是……舒儿啊，以前是爹不好，不该把你和你娘赶出去，是爹对不起你。现在爹知道错了，想补偿你。你们给我听着，从今往后，我的舒儿就是这尚书府唯一的大小姐。谁要是敢对大小姐不敬，或者暗地里干些不入流的勾当，就直接叫人牙子来把你们卖喽！奴婢等愿听大小姐差遣，愿为大小姐侍从。赵百富这个老狐狸，他又想做什么？还是说，他真的转性了？舒儿啊，我已经按你的吩咐，将和太子府一切合作都停了，包括皇家商号那里也是。大人这么晚找我，是发生了什么事吗？我问你，皇家商号那边是怎么回事？最近的这批武器为什么还没有运出去？这件事儿我也不知道。不知道？你不知道？我来告诉你，你擅自做主，将赵雨落抬进太子府的事已经让赵百富不快，赵雨落又因为寒毒的缘故，终生不能侍寝，这更让赵百富觉得在你身上看不到希望，才会断绝了与太子府的一切合作。属下知错了，可这件事一开始是尚书夫人提议的呀，属下也是听命行事。你说什么？是蓉儿让你这么做的？属下不敢欺瞒大人，这件事确实是尚书夫人一手布的局，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本该和雨落一起喝下万福春的李明辉却出现在了院子外，而且后来太后又来了，事情完全脱离了掌控，属下也是迫不得已才要了雨落。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龌龊心事，少在我面前装无辜，再有下次我让你永远做不了男人。是，属下知错，属下再也不敢了。哼！大人，现在那批兵器迟迟运不出去，南梁那边我们该怎么交代？南梁那边我会先想办法拖着他。现在赵百富已经将尚书府的钟馗交给了苏颜书打理，你要赶紧想办法赢得苏颜书的芳心，然后重新介入皇家商号的生意。是。小姐，天色已晚，早些休息吧。你先去休息吧，我再看会儿。谁？言说妹妹手下留情，是我。四皇子殿下。是我。四皇子殿下也闯别人的闺房，这可不是什么君子所为啊。那我不是找言叔妹妹有事吗？什么事？说吧。这2天我们尽想着怎么利用赵百富，怎么查出韩墨远通敌叛国的实据了。我们是不是还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啊？什么事啊？韩墨远让太子想办法娶你的事儿啊！这么重要的事儿，你怎么能忘记呢？这个呀，我没忘记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呗。我可告诉你啊，再过几日就是乞巧节了，到时候太子若是在宫里的乞巧节上向皇后娘娘求了你，那你该怎么办呢？要知道，每年的乞巧节都会有尚未婚娶的公子小姐向皇后娘娘求赐婚的，而且是有求必应。这还有求必应呢？他以为他是谁？观音菩萨还是王母娘娘？可就算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求必应，那他自己的儿子有了心仪的姑娘想求娶的话，他总不会拒绝吧？这件事情我知道了，我会想办法应付的。言叔妹妹，这俗话说只有千日做贼的，没有千日防贼的。你就算应对过了这一次，那还有下一次、下下次呢。看来四皇子殿下好像有一劳永逸的办法呀。只要言叔妹妹点头，我保证以后她都不会再打你婚事的主意了。说说看。乞巧节那日，我先太子一步，向太后求娶言叔妹妹，让太后给我们赐婚。到时候言叔妹妹嫁给了我，看她韩墨远还怎么打你的主意。你滚！
严叔妹妹别恼啊，我这不是在帮你吗？哼，春花，将他给我打出去！是。不是吧，春花，你来真的？严叔妹妹，你好好考虑一下，这真的是一个好办法。贱人，你还有脸吃？放肆！竟敢对我家小姐无礼，活腻了！你才放肆！谁让你对本少爷大呼小叫？本少爷。娘，你怎么哭了？娘没哭，娘就是想你弟弟了。啊，弟弟？我还有弟弟吗？有的，只是你弟弟他刚出生，就被你爹抱给韩熙荣去抚养了。爹爹为什么要帮着那个坏女人抢我弟弟？舒儿，快别这么说，你爹他也是为了你弟弟的前途。这就是原主那个从未谋面的弟弟吗？他不是去晋州的云上学院读书了吗？赵百夫生产的时候都没有回来，这个时候怎么回来了？苏言叔，我告诉你，我赵长泽可是这尚书府唯一的嫡子，是尚书府未来的主人。你这个贱人！啊！你敢打我？我就是打你了，你能怎么样？你这个赵长泽，我警告你，你要是再敢说一句贱人，我保管打得你满地找牙。你赵长泽，你今年也有13岁了吧？听说你在晋州的云上学院求学，哼，不知道你们学院的先生有没有教过你，什么叫做长兄如父，长姐如母？你如此不敬长辈，你眼里可还有尊卑礼仪？你不是我姐姐，不是，我没有你这样的姐姐，我的姐姐只有赵雨落，她才是我的姐姐。不管你认不认，我都是你的姐姐，亲姐姐。你不是我的姐姐，你就是个野种，野种！你再骂一遍试试。不就骂，有本事你就打死我！野种，在外面长大的野种！住口！父亲，父亲，你赶紧给你姐姐道歉！凭什么要我给她道歉？我又没错。你，父亲，算了，别打了。你这个坏女人，不要你在这里装好人！唉，这孩子就被宠坏了。舒儿啊，你这个做姐姐的，让着他点吧，啊！父亲这是说的哪里话？我可是他的亲姐姐，能跟他一般见识？只是长泽不是一直在云上学院念书吗？怎么突然回来了？这个好像是说学院的先生给他放假，让他回家探亲呢。怕不是学院的先生放假，而是有人向学院的先生请假的吧？哼，韩熙荣，你还真是不安分呢。小姐，赵长泽少爷不见了。什么？不见了？听说是早上挨打之后就直接跑出了府，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这中二病得治啊，不然迟早得出事儿。唉，还真是不让人省心啊。要不奴婢出去找找吧？不用了，他也不小了，也该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了。是。唉，算了，我还是去找找吧，可别真出什么事。唉，到底还是个孩子。你来做什么？你走开，我不要看见你。长泽，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但不管怎么样，我都是你的亲姐姐，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不要，我不要，我才不要你这种野种做姐姐。狼啊！京都郊外怎么会有狼？长泽别怕，我会保护你的。我才不怕。哎，待着别动，这些狼我来处理。你，那么多狼，全被他杀了，他真的好厉害呀！
长泽，你没事吧？没事。既然没事，就跟我回家吧。你不是要和我抢尚书府吗？为什么还要救我？和你抢尚书府？我一个女孩子又不能入仕为官，我跟你抢尚书府做什么？长泽，不管你信不信，姐姐真的从没想过要和你争抢，相反的，姐姐会一直保护你，不会让任何人任何事有机会伤害你。你真的是我的姐姐？就这么不相信我吗？那要不我们回去叫上父亲，一起滴血认亲吧？那就不必了。长泽，你是个男子汉，是尚书府唯一的继承人，以后你要承担责任会很多，所以我希望你能多读书明理，同时也要好好的锻炼自己，将来才能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这样才能撑得起整个尚书府。知道了，我会好好念书的。舒儿，长泽，怎么样？听说你们在城外遇到了狼群，没出什么事儿吧？父亲放心吧，那群狼瘦得跟狗一样，根本没什么攻击力，就算再来一群，女儿也能一个人歼灭他们。哎呀，没事就好，没事就好。长泽，下次切不可这么冲动行事了，知道吗？今日若不是你姐姐去的及时，那后果……父亲若是没有别的事儿，我就先回房休息了。哼，你这小子，你姐姐今天可是救了你的命，说声谢谢有那么难吗？父亲，长泽他还小，今日又被狼群给吓着了，怕是现在还没缓过来呢。父亲就让他回去歇着吧。快回去歇着吧。舒儿，你就宠着他吧。父亲与其在这里纠结这些，还不如去查查京都郊外为什么会有狼群。什么？舒儿，你是说那些狼是有人蓄养的？什么？舒儿，你是说那些狼是有人蓄养的？狼一般都是生活在森林、草原等人烟稀少的地方，像京都这样繁华地界，突然出现大批的狼，绝不可能是偶然。舒儿说的在理，这件事儿，为父会派人去查的。对了，明天乞巧节，宫里有乞巧宴，舒儿要去参加吗？哼，这件事怕是由不得我。舒儿啊，这是什么意思啊？懿旨到，皇后娘娘口谕，让大小姐明日务必进宫参加乞巧宴。谨遵皇后娘娘懿旨。这乞巧宴往年都是各家尚未娶嫁的公子小姐自愿参加，今年皇后娘娘怎么还特意派人给你传了口谕呢？哼，也许皇后娘娘是想我做她的儿媳妇儿吧。什么？这怎么会？皇后娘娘她，雨落她这是在担心我会抢了赵雨落的位置吗？果然啊，赵百富，在赵雨落面前，你还真是个好父亲啊。舒儿，你这件事我自有打算，父亲就不要插手了。来人，备车，本官要出去一趟。大人，您这是要去哪儿啊？去四皇子府。是。什么人？出来！嘿，好，好，舒儿，严叔，是我呀，手下留情。林子楚啊，下次再敢动我的人，我定让你后悔活在这世界上。半年不见，舒儿，师妹，师妹总行了吧？哼，喂，真是搞不懂你，
明明自己从来不叫我师兄，为什么却要逼着我叫你师妹呢？说吧，你怎么回来了？唉，明天乞巧节，我们家老爷子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突然想起来还有我这么个儿子没成亲呢，所以飞鸽传书，让我务必回来参加明天的乞巧宴。你也要参加乞巧宴？啊。到时候太子若是在宫里的乞巧节上向皇后娘娘求了你，那你该怎么办呢？言叔妹妹，这俗话说只有千日做贼的，没有千日防贼的。你就算应对过了这一次，那还有下一次、下下次呢。只要言叔妹妹点头，我保证以后她都不会再打你婚事的主意了。哦，一劳永逸吗？哎，师妹，你在说什么呀？什么一劳永逸？林子楚，你有喜欢的姑娘吗？哎，你问这个做什么？哪来那么多为什么？你就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想求娶的姑娘就行了。没有。有我也不敢说呀。这要是让你知道我想娶你，还不得拿匕首阉了我？真的没有？真没有。既然你没有想要求娶的姑娘，那你明天去向皇后娘娘求娶我吧。他不会是知道了我对他？他这是在试探我。小公子，这么晚你怎么来了？你先回去，这件事情明天再说。那个，你们家小姐她睡了吗？小姐她这么晚了，她肯定睡了吧？既然如此，那我就不打扰了。是长泽来了吗？既然来了，就进来吧。哎呀，我这是抽的什么风啊！大晚上的，跑这个女人的院子里来干嘛？长泽，快来坐。多谢。长泽，这么晚了，你找我有事吗？我，有什么事尽管跟我说，跟姐姐不需要吞吞吐吐的，知道吗？你为什么要对我好？因为我是你的姐姐啊。可是我还骂你是野种，你为什么还要对我好？随便骂人野种确实是一种很不礼貌、很不尊重人的行为，但是这也不能完全怪你，谁让我没能陪你长大呢？不过我以后会一直陪着你的，我会教你做一个善良的、有教养的人。对不起，对不起，我知道，你真的是我姐姐，之前对你不敬和无礼是我不对，不过我向你保证，我以后再也不骂你了，我会好好学做人的，做一个有用的人，希望下次再遇到危险时，我也能保护你。有志气，不愧是我苏言叔的弟弟。言叔妹妹，好巧啊。四皇子殿下，你这搭讪方式也太土了吧？今日乞巧节，宫里有乞巧宴，皇后娘娘又传了口谕，让我务必参加，所以，四皇子殿下，你难道不是特意在这宫门口等我的？这都被你看出来了，言叔妹妹真是聪明啊。说吧，找我什么事？听说你和你弟弟前天晚上在郊外遇到了狼群，可是真的？说到这件事，我正要找你呢。真的遇到狼群了？怎么样？可有受伤？哼，就那几只瘦不拉几的恶狼，还伤不了我。言叔妹妹没事就好。狼群会出现在京都附近，绝非偶然。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件事和韩墨远脱不了关系。他想用狼群杀了你们兄妹，然后顺利得到尚书府的势力。他想用狼群杀了你们兄妹，然后顺利得到尚书府的势力。不，那匹狼应该是用来对付我们的，之所以被我们遇到，应该是个巧合。巧合？没错，韩墨远既然已经开始算计我的婚事，就不会在这个时候杀我和长泽。你说会不会是韩熙荣啊？是他背着韩墨远要你的命？韩熙荣？应该不会，
韩熙荣这个时候把长泽叫回来，应该是想用来对付我的，因为他知道长泽会是我的软肋。所以在没有把我赶出尚书府之前，韩熙荣应该是最不希望长泽死的那个人。再说了，就算韩熙荣真的想要长泽的命，但长泽跑出府已受然，至于跑到郊外的树林，那就更是巧合。而且韩熙荣一直被我的人盯着，他并没有机会跑出去寻找长泽。严叔妹妹果然是当局者迷呀。什么意思？严叔妹妹，赵长泽今年有13岁了吧？13岁就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就没想过他为什么会突然跑到你的院子里乱发脾气啊？应该是韩熙荣教的吧？不要，我不要，我才不要你这种野种做姐姐！冷。是了，不论是京都还是晋州，都是比较繁华的城市，是不可能有狼的。长泽为什么一听到声音就知道那是狼？除非他早就知道那里有狼。那长泽是故意跑到郊外去的？很有可能。多谢四皇子殿下提醒，长泽那里我会注意的。对了，严叔妹妹，乞巧宴马上就要开始了，你可想好怎么应对太子了？想好了，一劳永逸确实是个不错的办法。严叔妹妹这是答应于我的办法了。太好了，我这就去告诉皇祖母。小姐，你真的要嫁给四皇子吗？没有啊。可四皇子好像误会了，他若是真的去向太后求婚，放心吧，这事儿成不了。为什么？因为我的婚事当然是我说了才算的。太后，今日七小节，这是长乐亲手做的巧果，您快尝尝好不好吃？我们长乐可真是心灵手巧。瞧瞧这五颜六色的果子，让人看着就想吃。太后若是喜欢呀，长乐以后天天给您做。傻丫头，怎么能天天给我做呢？不嫁人啦？哎呀，太后！哟，还害羞了。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有什么好害羞的？启禀太后，四皇子殿下来了。明儿今天怎么也来了？往年乞巧节，他可是从不进宫的，就怕被哪家姑娘给看上。今年怎么不怕了？太后，你是不是忘了，咱们长乐小姐今年及笄了呢？你是说明儿她？四皇子，他真的是因为我来的吗？孙儿给皇祖母请安，皇祖母安好。安好，安好。皇祖母这把老骨头好着呢。皇祖母，孙儿有件事儿想求您，您可一定要帮孙儿啊。什么事情啊？说说看。若是不过分。不过分，肯定不过分。那就说来听听吧。皇祖母，孙儿想请皇祖母帮孙儿指婚。难道明儿真的是为了长乐来的？可是近亲是不能结婚的呀。我就知道四皇子殿下肯定也是喜欢我的，可是求亲这种事情怎么能当着人家的面呢？这多难为情啊！皇祖母，孙儿想娶苏家大小姐苏颜舒为妻。什么？什么？
不是，哎呦，不是长乐就好，嘿，害我白担心一场。哦，这就是古代皇宫的乞巧宴吗？我怎么看着更像是相亲大会呢？你就是苏颜舒？我是苏颜舒，你是谁？哼，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一个罪臣之后，也敢妄想飞上枝头做凤凰，真是痴人做梦。哟呵，看来来者不善啊。苏颜舒，我要跟你比赛乞巧，你可敢跟我比？苏颜舒，我要跟你比赛乞巧，你可敢跟我比？我都不知道你是谁，为什么要跟你比？你给我站住！我叫韩明月，现在你可以跟我比了吧？原来是韩墨远女儿，哼！既然你自己送上门来了，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哦，传闻京都第一美人韩明月，不仅美貌过人，还心思敏捷，聪慧无双。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啊。抱歉，我不会乞巧，所以不能和你比赛。不会乞巧，不会乞巧，你来参加什么乞巧宴？也不怕招人笑话。你说的对，本来我也是不想来的，可是谁让皇后娘娘下了懿旨，非要我来参加呢？简直是笑话！皇后娘娘怎么可能让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人来参加乞巧？我看你就是不想和我比。哼，就是不想和你比，你能怎样？我能怎么样？你很快就会知道。苏小姐，你怎么能打人呢？我只是想和你比赛乞巧而已，你怎么能一句话不说就打人呢？这就是你的手段？怎么，怕？只要你肯跟我比一场，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否则怎么样？韩明月，你不会以为就你这样拙劣的手段就能算计我吧？小姐，你不要欺人太甚！你凭什么打我们家小姐？这是发生什么事？是啊，颜舒妹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没什么，就是被狗咬了一下。被狗咬了？颜舒妹妹没事吧？哪里来的野狗，竟敢在宫里乱咬人？那不就是？苏小姐，你在颠倒黑白呢？就是，明明就是你打的我家。你说我打他？证据？证据？什么证据啊？对了，刚刚在场的各位公子小姐应该都看见了，你休想抵赖！刚刚在场的各位公子小姐应该都看见了，你休想抵赖！哦，是吗？大家都看见了？你们都看见我打韩小姐了？那你们看见我用的是哪只手了吗？没看见啊。那到底是看见了还是没看见啊？苏小姐，你又何必如此为难各位公子小姐呢？明月刚刚只是想邀请你一起乞巧而已，你不愿意，顺手就打了明月一下，明月的脸到现在还疼呢。哟，原来是因为乞巧啊！韩小姐聪慧无双，这苏小姐定是自知比不过，所以故意打脸韩小姐以示折辱呢。这还真是……颜舒妹妹，现在的形势对你非常不利。颜舒妹妹，不妨把这件事交给本宫来处理，本宫定会替你做主。先是韩明月故意找茬，现在太子又跳出来献殷勤，难道这就是韩墨远的计划？不得不说，还真是拙劣呀。颜舒妹妹，多谢太子殿下好意，但这件事我还是希望自己解决。韩明月，你说我打你了？你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哼，
我想把打人的罪名坐实了。苏颜舒，你不对啊，韩小姐刚刚舞的明明是右脸，可苏小姐打的却是左脸，这其中难道有什么误会？哎，是呀，你们看韩小姐脸上的手印，那手指的位置好像也不对啊。如果是苏小姐打的，那大拇指的指痕不应该在下巴处呀。这位公子说的极是啊。为了自证清白，看来我只能用左手打韩小姐一巴掌了。哦，对了，你还说我推你了。可惜啊，我这个人不喜欢用推的，只喜欢用踹的。小姐，你醒醒，小姐！现在大家都看到了，我确实打了他，也推了他，所以大家现在可以给韩小姐作证了。还做什么证呀？有眼睛的都看得出来，明明是韩小姐自己打自己，陷害苏小姐在先。苏小姐为了自证清白，才出手打的韩小姐。是啊。母后，儿臣有一事相求，还望母后成全。哦，我儿可是有心仪之人了。儿臣心仪赵尚书之女已久，恳请母后下旨赐婚。儿臣愿娶严淑妹妹为太子正妃。师妹，这就是你让我向皇后求娶你的原因，因为不想嫁给太子。我儿果然有眼光。赵小姐聪慧过人，又炫耀有功，确实是太子妃的不二人选。太子既然有心，本宫自当。皇后娘娘，启禀皇后娘娘，严淑妹妹已然是儿臣的未婚妻，所以她不能做太子妃。我操，什么情况？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回禀皇后娘娘，今日晌午我已禀明了皇祖母，而且皇祖母已然答应为我和严淑妹妹赐婚了。四弟，你说皇祖母答应为你和严淑妹妹赐婚，那赐婚懿旨可下了？赐婚懿旨虽然还未下，但皇祖母既然已经答应了，严淑妹妹就已是我的未婚妻了。该你上场了，还不快去！他们一个是太子，一个是皇子，你让我去跟他们抢媳妇儿？师妹，你确定不是想害死我？你到底去不去？去，我去还不行吗？凌子楚参见皇后娘娘。凌子楚，你是宁安侯府的二公子？正是。皇后娘娘，子楚也心仪严淑妹妹，愿娶妻为妻，还请皇后娘娘成全。什么？这灵儿公子居然也是求娶苏颜舒？是啊，没想到这个苏颜舒看着相貌平平，竟然能让太子、四皇子和灵儿公子争相求娶。你们说他是不是会狐媚之术啊？哎呀，不知道啊。灵儿公子，你跟着凑什么热闹？回太子殿下，子楚并非凑热闹，子楚句句真心。可据我所知，灵儿公子和严淑妹妹素未相识，不知这心仪一说又从何说起呢？谁说我和严淑妹妹素未相识？今日在御花园，我还看见她手撕白莲花了着。你好了，既然你们都心悦严淑小姐，不妨征求一下严淑。皇上驾到！好了，既然你们都心悦严淑小姐，不妨征求一下严淑。皇上驾到！往年纪晓嫻父皇可是从不参加纪晓宴的，今年怎么过来了？难道是？是了，太子妃可谓是未来的国母，太子要娶太子妃，不可能不经过父皇，我早该想到的。李明慧，你没想到吧？在纪晓宴之前，
我就已经禀明了父皇，请父皇来为我赐婚。现在父皇既然来了，就代表他答应了我的请求。蠢货！父皇这个时候来，知道我们二人相争严淑妹妹为妻，只会认为严淑妹妹是红颜祸水，到时我们谁都娶不了严淑妹妹。不过，如果严淑妹妹选择林子楚的话，父皇很有可能会顺水推舟。对了，林子楚，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跳出来求娶严淑妹妹呢？要知道，他这么做可是得罪当朝太子和皇子，随便一个都能轻松整死他的。师妹，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你确定皇上不会把你指给他儿子？如果他不想看到自己的儿子兄弟戏强的话，就肯定不会。我说这个林子楚怎么突然蹦出来了呢？感情我这是被算计了。哟呵，被发现了哈。不过你才发现，晚了。林淑妹妹，这个办法明明是我想出来的，你现在却要嫁给别人，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厚道了？我又没说不嫁给你，有本事你让皇上给你赐婚啊！哦，这可是你说的，严淑妹妹可莫要再反悔了。绝不反悔。好啊，既如此，咱们等着瞧便是了。啊，李明辉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他还有什么后手不成？不管你有什么后手，皇上是绝对不会允许自己的儿子为一个女人而兄弟戏强的，所以这件事应该还在我的掌握之中。去，快去将太后请来。臣妾参见皇上。儿臣参见父皇。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都平身吧。谢父皇。谢皇上。远远的都能听到这里的热闹，不知道皇后今年又成就了几对佳人了？说来听听，让朕也跟着沾着喜庆。不知道皇后今年又成就了几对佳人了？说来听听，让朕也跟着沾着喜庆。回皇上的话，今年这鸳鸯谱怕是不好点，臣妾都被难住了呢。哦，说来听听。臣妾今日可真是见识到了什么叫一家有女百家求了。哈？难道真的有百家公子同时向皇后求娶一家的小姐？虽然不是百家公子同时求娶，但同时求娶这位小姐的3位公子，可都是我大庆青年一辈的佼佼者，连太子和4皇子也在求娶之列呢。啊？不知是哪家的小姐有如此才貌，竟引得朕的2位皇儿失了心。果然啊，全天下没有一个父母会希望自己的儿子为一个女人兄弟戏强，更何况是皇家。皇家的兄弟一旦不和，轻者内乱不休，重者江山不稳啊。所以作为一代明君的皇上，一定会将这件事情掐灭在萌芽期的。是户部尚书赵百富的长女苏颜舒，苏小姐。苏颜舒？哦，好大的杀气！皇上这是对我动了杀心了？皇上这是动了杀心啊！师妹啊，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喜欢玩命哈？少废话，该你表演了。求皇上为小人和严淑妹妹赐婚。你是？回皇上，小人是宁安侯府的凌子楚。哼，原来是宁安侯府的2公子。怎么，你喜欢苏小姐？为什么呀？哦，回皇上的话，今日下午在御花园，小人见苏小姐怒打韩小姐的样子很是威武，所以小人对苏小姐霸气的样子一见倾心。哦，竟还有这样的事。既如此，那父皇，你明明答应了。太子慎言。蠢货！父皇已经动了杀心了，你这样做，只
只会火上浇油。父皇，儿臣是真心喜欢晏殊妹妹的，还望父皇成全。真心喜欢？是的。那你倒是说说看，你喜欢苏小姐什么呀？父皇之所以这么问，是在怀疑太子执意要娶晏殊妹妹的动机吧？也对啊，赵尚书可是替父皇管着皇家商号呢，父皇不可能猜不到的。晏殊妹妹聪慧过人，又医术了得，儿臣心仪已久。聪慧过人，医术了得，确实很不错。四儿，你呢？你喜欢苏小姐什么？太后，您真的要让四皇子娶那个苏颜舒吗？这么多年了，哀家就盼着明儿能早点成亲生子，好让哀家抱上重孙子。可明儿呢，他就是不开窍啊，愣是连个通房都没有。如今他好不容易有个心仪的姑娘了，想成亲了，我能不答应？可是长乐听说那个苏小姐今日在御花园竟当众将韩小姐给打晕了。虽说是韩小姐有错在先吧，但这苏小姐的做法也太……太后，长乐没有诋毁苏小姐的意思，长乐就是觉得四皇子选妃毕竟是大事儿，不应该这么……长乐，你是哀家看着长大的，所以你在想什么，哀家最清楚。但是长乐呀，感情这种东西呢，是勉强不来的。他若是不爱你，即便你对他有再多的喜欢，他也是看不见的。就算哀家可以强迫他娶你，可他的心若是不在你这里，你会幸福吗？太后，我错了，我不该诋毁苏小姐的，可是我就是忍不住想要嫉妒她，我就是控制不了我自己。长乐呀，你还小，又一直陪在哀家身边，都没有好好的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你知道吗？这世上除了爱情，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珍惜。乖孩子，听哀家一句劝，放下明儿，好好的出去走走。终有一天，你遇到一个爱你的，你也爱他的人，那样你才会幸福，知道吗？太后，您这是要赶长乐走吗？您是不要长乐了吗？傻孩子，哀家怎么会不要你呢？在哀家的心里，你和明儿是一样的，都是哀家最重要的人。哀家只不过是想让你出去走走，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要知道，这个世上好男人多的是，又不是只有明儿一个。咱们没必要为了一棵树放弃一片森林，对不对？可是太后，我只喜欢四皇子，我不喜欢大树和森林。你呀，真是个小人精，就会逗哀家开心。才没有，是太后走到长乐才对。太后，四皇子身边的安逸来了，说是有急事求见。什么？你说太子和宁安侯府的公子
都向皇后求娶那个苏颜舒。哼，不行，明儿好不容易有个喜欢的人，哀家绝不允许任何人破坏明儿的婚事。四儿，你呢？你喜欢苏小姐什么？回父皇，儿臣对苏小姐感激大于喜欢。前些天儿臣突发天花，若不是苏小姐妙手，儿臣怕是……苏小姐是儿臣的救命恩人，所以儿臣绝不允许有人为了某些利益而算计苏小姐的婚事。感激大于喜欢？哼，祭奠了太子，又解释了自己。李明辉戏演得不错啊。四弟这是什么意思？是说本宫在算计苏小姐吗？是不是算计，太子皇兄心里比我更清楚，不是吗？你，父皇，儿臣是真的心悦苏小姐。也不知道是谁，前不久还信誓旦旦说喜欢赵雨落，怎么赵雨落刚纳进府，就开始移情别恋了？李明辉，太子，注意你的身份。是，儿臣知错。四儿，听你的意思，你并不喜欢苏小姐。回父皇，儿臣……皇上，既然四皇子并不喜欢苏小姐，你就把苏小姐赐给小人吧。放肆！父皇面前岂有你说话的份儿？皇上恕罪，小人不是有意打断皇上说话的，小人只是想追求自己的幸福。虽然没有官职在身，什么都给不了他，但小人是真的很喜欢苏小姐。只要能娶苏小姐为妻，小人发誓，此生绝不纳妾。恭人恭心，戏演得不错，给你点个赞。没有官职，什么都不是，此生绝不纳妾。这个灵子处，看似不经意，实则句句话都往父皇和严叔的心里说。看来这个人也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这么简单啊，只是他和严叔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难道他们真的是……皇上，臣妾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皇后代说无妨。其实苏小姐今日也是在场的，既然他们三个都不愿意放弃，我们何不问一下苏小姐自己的意见呢？这个皇后看似不争不抢，可这看似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其实也是在为自己的儿子争取最后一点机会吧。可惜呀。也好。臣女苏颜舒参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哼，朕的两个儿子，一个侯府公子，差点因为你打起来。你倒好，一声不吭地躲在人群里看戏。苏颜舒，朕是该夸你沉得住气呢，还是夸你有心机？苏颜舒，朕是该夸你沉得住气呢，还是夸你有心机？臣女不敢，臣女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尚书之女，能参加今日乞巧宴，也是皇后娘娘恩典，哪里还敢对太子和四皇子的言行有所置喙？况且，臣女事先并不知道太子与四皇子会对臣女有意。事发突然，臣女更是倍感惶恐，哪里还有半分意见？更何况皇后娘娘尚未发话呢，臣女自知人微言轻，就更不敢随意妄言了。好你个苏颜舒，一句人言微轻，就把所有的责任抛得一干二净。哼，照你这么说，还是皇后的不是了。臣女惶恐，不知皇上何出此言。哼，皇上，还请皇上不要责怪苏小姐，这件事确实是臣妾疏忽了。既然皇后亲自开口替你求情了，这件事朕就不追究了。现在朕问你，太子
四皇子，还有宁安侯府的小公子，他们3个让你选，你想选谁？臣女不敢。怎么又是不敢？苏言叔，能不能说点别的？皇上明鉴，别说是太子殿下和四皇子殿下这样的天之骄子，就是宁安侯府的小公子，也不是我一个小小的尚书之女可以得罪的。所以臣女是真的不敢妄言选夫。苏小姐如此说，本宫或许知道苏小姐在害怕什么了。皇上，你想啊，苏小姐如果选择了他们3个中的其中一个，是不是就得罪了另外2个？自古以来，因爱生恨的事也不在少数。苏小姐应该是怕做出选择后会得罪了不能得罪的人，从而连累所爱之人吧。其实苏小姐大可不必担心，本宫相信他们3个都是真正的懂爱之人，不会因为苏小姐的拒绝而心生怨怼的。我儿既为国之储君，就更不可能如此心胸狭隘了。这个皇后不简单啊，简简单单看似安抚的几句话，实则是拐着弯的告诉我，太子才是3人中最有权势的。哼，是想威胁我选择太子吗？可惜呀，要让你失望了呢。苏小姐，你说本宫说的是不是？皇后娘娘说的极是，是言叔想差了。那苏小姐现在可以告诉皇上，你属意谁做你的夫君了吗？那苏小姐现在可以告诉皇上，你属意谁做你的夫君了吗？回皇上，皇后娘娘，臣女觉得宁安侯府的2公子潇洒肆意，与臣女也算得门当户对，所以若真让臣女选的话，臣女选林2公子。什么？这个林子楚，一看就是个游手好闲的浪荡子，却无权无势。而苏言叔却是个有野心的人，不然他也不会处心积虑的来那么一出现要求改姓。他想复兴苏家，可以林子楚的身份地位对他将会毫无半点助力的。那他选林子楚，到底是出于真心，还是以退为进？苏燕叔，这个林子楚他有什么好？他有哪一点比得上本宫？为什么选他而不选本宫？太子说笑了，您身份尊贵，好比天上熠熠生辉的皓月，耀眼无双。臣女只是一个小小的尚书之女，更是从小在乡野长大。臣女就像那乡野草丛里的萤火虫，能活着已是不易，又怎敢奢望与皓月比肩？所以还请太子殿下原谅臣女的不识好歹。萤火不敢与皓月比肩，说的真是好听啊。苏燕叔，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老四之间的那点事儿。你最想嫁的那个人其实是老四吧？怎么，老四就不是皓月了？太子，慎言。母后，儿臣没说错，他就是。够了，苏小姐，你说。回皇上，臣女与四皇子的关系确实不一般，但臣女从未想过要嫁给他，之前没有，现在就更不会了。这是为何呀？因为臣女不想看到太子殿下与四皇子因为臣女而兄弟反目，所以在2位殿下同时提出娶臣女为妻时，臣女便决定不会嫁给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兄弟戏强，这应该是父皇最忌惮的吧？原来你早就计算好了。
之所以不直接拒绝本王，就是为了用我来拒绝太子，再用一句兄弟阋墙来左右父皇的决断，好让你成功嫁给林子楚。好你个苏颜舒啊，敢利用本王，你想过后果了吗？苏小姐多虑了，面对所爱之人另嫁他人，太子殿下或许一时难以接受，但却不会因此和四皇子反目的。不过苏小姐不选四皇子也是对的，毕竟四皇子对苏小姐有的只是感恩，不像太子对苏小姐。算了，苏小姐既然已经做了决定，本宫就不多说了，希望苏小姐能幸福。挑拨得如此不动声色，皇后，看来我低估你了。苏小姐既然已经做了决定，本宫就不多说了，希望苏小姐能幸福。挑拨得如此不动声色，皇后，看来是我低估你了。苏颜舒，不管你有什么目的，但有一点，朕绝不会让自己的儿子有机会为一个女人反目，所以不管你是真心实意也好，以退为进也罢，既然你已经选了林子楚，那朕便成全你。皇祖母怎么还没来？难道是安逸没能领会我的意思，并没有去找皇祖母？既然苏小姐自己做了选择，林二公子也是一表人才，朕岂有不成人之美的道理啊？周大海，回头让翰林按你旨为他人赐婚。父皇不可！宜阳县主到，总算来了，只是来的为什么会是宜阳啊？宜阳参见皇上、皇后娘娘。宜阳怎么来了？启禀皇上，宜阳是来替太后传懿旨的。这么晚了，太后有什么懿旨啊？太后懿旨，司户部尚书之女苏颜舒为四皇子妃。什么？这是什么情况呀？皇上将苏颜舒赐给宁安侯府的二公子，太后将苏颜舒赐给了四皇子。这一女是要嫁二夫吗？哎呀，何止呀！你们没看到皇后和太子那嫉妒的像是要吃人的眼神吗？是啊，你说的对，估计皇后还想把她赐给太子呢。真是一女要嫁三夫呀！这什么情况？放心吧，这事儿成不了。宜阳啊，你知道太后为什么会突然下这样的懿旨吗？这个，请父皇赎罪，是儿臣求皇祖母赐的婚，其实儿臣心悦颜舒妹妹已久，请父皇成全。荒唐！你既然心悦苏小姐，方才为何不说？父皇，儿臣说了。父皇问儿臣喜欢颜舒妹妹什么的时候，儿臣就说了。你说什么了？你说感激大于喜欢。是，儿臣是说感激大于喜欢，可儿臣并没有说不喜欢，儿臣说的是喜欢，只是感激更多。你，请父皇成全。请父皇成全。这个苏颜舒，在这样的情形下，还能如此的镇定自若，是早就料到了会有这样。之所以说选林子楚，其实就是为了拿捏我的四儿吧。这个女人太危险了，她能算计一切，简直就是第二个苏颜。不，绝不能让这样的人留在四儿身边。可是母后那边，四弟，你现在让父皇成全你，这不是在为难父皇吗？要知道，刚刚父皇已经下了旨，要将颜舒妹妹嫁给林二公子。父皇金口玉言，
岂能因为四弟女儿出尔反尔呢？父皇，儿臣没那个意思，儿臣只是……太子说的对，我有的是理由驳回太后的意志。宜阳啊，你回去告诉太后，就说朕已经下旨将苏小姐赐给宁安侯府的二公子为妻了，还请他收回懿旨。皇上，宜阳只是负责帮太后传旨的，这要是让太后知道宜阳没能办好他老人家交代的差事，算了，这件事朕会亲自去和太后说的，就不为难你了。可是皇上，太后还在等着宜阳回去复命呢。唉，既如此，朕就陪你走一趟吧。谢皇上。一个小人精一个，也不知道随了谁。嘿嘿，皇上，这自古说侄女随姑嘛，宜阳自然也不例外了。你呀，不过你这性格还真不像你姑姑。走吧，去慈宁宫。是。这乞巧宴到这里就散了吧。皇后，你也早些回去歇着。是，臣妾谢皇上体恤。哎，师妹，你说咱们这事是成了还是没成啊？皇上既然已经开了金口，这事儿就定下了。可太后不是也下了懿旨吗？太后是很宠李明辉，所以会毫不犹豫地给他赐婚，但前提是太后并不知道皇上已经给我赐了婚。当太后知道了这件事后，必然不可能让皇上收回成命，而皇上选择在第一时间去慈宁宫向太后说这件事，也是给足了太后面子。话说，那个宜阳县主是谁？皇上为何会如此宠他？话说，那个宜阳县主是谁？皇上为何会如此宠他？她呀，永安侯府的小姐，也就是陈妃的亲侄女，四皇子的亲表妹。原来是陈妃的侄女，那就难怪皇上会那么宠她了。是啊，不过皇上之所以宠她，应该不全是看在陈妃的份上吧？怎么说？16年前，犬戎强势来犯，永安侯率军20万奋勇杀敌，最终将犬戎大军赶出幽州。也就是在那场战争中，永安侯府男丁尽数战死，只留下了身怀6甲的侯府少夫人。3个月后，少夫人早产生下了宜阳，自己却因早产难产而亡，甚至都没来得及给她取名字。永安侯府没了主人，只剩下嗷嗷待哺的宜阳。陈妃便出面将宜阳带回宫中抚养，并给他取名长乐，希望他可以长乐未央，一生无虞。1年后，陈妃突然风寒离世，宜阳又和四皇子一起被太后接去了慈宁宫抚养。一晃眼10来年过去了，所有人都说宜阳像极了当年的陈妃娘娘。永安侯骁勇善战，且战功赫赫，永安侯府更是满门忠烈。作为永安侯府唯一的后人，皇上会对宜阳县主如此态度，也在情理之中。只是什么？没什么，可能是我想多了。哎，不过师妹，我看那四皇子对你似乎是认真的，你确定不要嫁给他吗？确定，非常确定。为什么？因为我发过誓啊，此生绝不嫁做皇家妇。是因为当年苏相的事？灭门之仇应该可以算一个理由吧。什么？你要把苏家那丫头指给宁安侯府的公子，哀家不同意。这还真不是朕的主意，而是那苏家丫头自己选的。不管是谁的主意，哀家不同意。明儿看上的媳妇，说什么也不能给了别人。哎，母后，你看，儿子都已经下旨赐婚了，你现在说不同意，这不是为难儿子吗？
你这就不是为难你儿子了。你说哀家为难你，那明儿到现在还在慈宁宫外面跪着呢。母后，这是两码事，他不能混为一谈。怎么就不能混为一谈了？当年要不是你执意对，若曦也不会走得那么决绝，明儿也不会那么早就没了娘。15年了，这15年里你关心过明儿多少？如今她好不容易有个心上人，你还要把她指给别人？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么狠心的爹？明辉哥哥，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呀？那个苏颜书，他哪里值得你为他如此？明辉哥哥，为了一个苏颜书，不惜让皇上和太后站到了对立面，这么做真的值得吗？值得。可他又不喜欢你。明辉哥哥，强扭的瓜不甜，他不喜欢你，你们就算在一起了也不会幸福的。而且这个世界上除了爱情，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珍惜的。明辉哥哥，放弃吧，别让太后为难了好吗？是太后让你来劝我的？不是的，太后有多宠你，你难道不知道吗？她为了你都和皇上吵起来了。明辉哥哥，你真的要为了一个你不喜欢的女人而伤害你最亲近的人吗？其实我也喜欢过一个人，就和明辉哥哥一样。我喜欢的那个人他也不喜欢我，但我知道只有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他才会快乐，所以我放弃了。我希望他幸福快乐。明辉哥哥，苏小姐已经选了灵儿公子了，你就别再执着了好吗？你放手，让他幸福，然后找一个喜欢你，你也喜欢他的人成亲。长乐，别说了，我和你不一样，我不会放弃的。明辉哥哥，你怎么就知道我和你不一样呢？其实我们才是一样的人，都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我早该知道，但是我就是不想放弃你，我到底该怎么办呢？长乐，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千万别多想。明辉哥哥，你说的对，我确实不该放弃的。明辉哥哥，既然我不会放弃，那么我只能想办法让你放弃，否则我们两个谁都不会幸福。母后，15年前的事是儿子考虑不周，但是四儿是我儿子，是若曦和我在这世上唯一的血脉，我怎么可能不为他着想？你若真为明儿好，就把苏颜书赐给他为妃。母后，不是儿子不给四儿赐婚，而是那苏颜书的心机太重了，比起当年的苏颜，有过之而无不及。苏颜怎么了？他造反了吗？没有，相反的，人家还很忠心，要不然不会主张彻查永安侯战死的真相。可是你呢？你心虚，随便给人家扣上个谋逆的罪名，就灭了人家满门。母后慎言。怎么，说到你心里去了？要不把哀家也给杀了灭口？母后，你不要逼儿子好吗？元佑啊，当年你是怎么坐上这个皇位的？你还记得吗？
当年先帝驾崩，先皇后吕氏逼着哀家殉葬。关键时刻，若不是永安侯闯宫救驾，我们母子怕是早就见阎王去了。后来你登基，因为名位不正，导致群臣不服。若不是有苏颜在朝堂上力辩群臣，你能那么快坐稳皇位？元佑啊，做人不能太忘本。做皇帝也是，如今永安侯府就剩下长乐和明儿这2条血脉了，苏府更是。母后，别说了，儿子答应你，只要长乐和苏颜叔不去查当年的事，儿子会好好补偿他们的。儿子可以助他们重振永安侯府和苏府，可以给他们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但是赐婚的事，是我儿子做不到。儿子真的是为了嗣儿好。父皇，儿子有一句话想跟你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皇四子李明妃是婚娶之时，当择贤女与配。兹闻户部尚书赵百富之女晏殊，娴熟大方，品相出众，且待遇闺中，与皇四子堪称天造地设。特赐与皇四子李明辉为妃，则良辰吉日完婚，钦此。什么？四皇子李明辉？公公，你没念错吧？晏殊小姐真会说笑，咱家要是连这几个字都念错了，还能给皇上做传旨官？可是皇上昨晚明明说……晏殊小姐慎言，皇上昨晚上可什么也没说。是，公公说的是，皇上啊，什么也没说。苏小姐，接旨吧。舒儿，快接旨啊！哦，臣女苏颜殊，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恭喜晏殊小姐了。怎么回事？皇上到底为什么会突然改变主意？不应该啊！李明辉，你给我说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颜殊妹妹这是怎么了？怎么这么大火气啊？李明辉，我问你，皇上为什么会下这样的圣旨？你到底做了什么？颜殊妹妹冤枉啊！本王真的什么也没做。李明辉，你最好老实交代，否则……李明辉，你最好老实交代，否则……颜殊妹妹，你到底让我交代什么啊？你到底做了什么？皇上为什么会突然改变主意，将我赐婚给你？哎，这件事也不是1-2句话能说清楚的呀。颜殊妹妹，要不你先把匕首拿开，坐下来，我再慢慢和你说。谅你也不敢耍什么花样。现在可以说了吗？在回答颜殊妹妹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问颜殊妹妹一个问题。什么问题？颜殊妹妹既然是来自21世纪，那你可想过回去？回去？回你们的21世纪去。啊，你是说……你猜的没错，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和你们原来的那个21世纪之间，应该是有一个可以来往的通道的，只是我现在还没有找到罢了。你为什么这么肯定？因为我的母妃，她其实并没有死，而是回21世纪去了。你说陈妃娘娘当年是穿越回去了？
母后当年留下的手札里是这么说的。可这和赐婚有什么关系啊？没关系啊，我只是告诉了父皇，说严叔妹妹也是穿越来的。父皇立马就改变了主意。至于为什么嘛，我想以严叔妹妹的聪明才智，应该不要我再解释了吧。皇上是想让你和我一起去找到连接着21世纪的那条通道。严叔妹妹果然聪明啊！荒谬！就算我不嫁给你，照样也可以帮你们去找那条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存在的通道，好吗？不行，我这就进宫请旨退婚。严叔妹妹，严叔妹妹为什么不愿意嫁给我？我哪里就比不上那个林子楚了？我哪里比不上他？你说出来，我向他学习还不行吗？李明辉，你很好，真的。我很好，我很好，你为什么不愿意嫁给我？还是说你是真的喜欢林子楚？你们早就认识，对不对？哎，我不是不愿意嫁给你，我也没有喜欢林子楚，我只是不想嫁人。哎呦，我刚刚说了什么？我怎么能把心里话说出来呢？哎呦，难色误事啊！我不是不愿意嫁给你，我也没有喜欢林子楚，我只是不想嫁人。不想嫁人？为什么？因为……把钱给我！不，这是家里最后一点钱了，是给严叔交学费的，我不能给你。不过一个小丫头片子，上什么学？还不如把钱给我去赛马。等我赢钱了，就带你吃香的喝辣的。不，严叔学习成绩很好的，而且马上就要开学了。你给我！大强，我求求你了，别再赌了，我们好好过日子吧。少废话！你到底给不给？不给是吧？不给我打死你！爸爸妈妈，别打了！爸爸，你别打妈妈了！死丫头片子，滚一边去！严叔，苏大强，我和你拼了！妈妈，不要丢下我！妈妈！哎呦，这孩子真可怜，这么小爸爸就死了，妈妈又成了杀人犯。哎呦，以后可怎么过呀？哎，是哈。不过话也说回来，就他那死鬼爸爸就一赌鬼，就算活着，不见得会好好照顾孩子。哎，倒是孩子他妈，可惜喽。因为男人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拔刀？哎呀，总之就是这世上的男人没有一个是靠谱的，所以我不想嫁人。我不知道严叔妹妹曾经经历过什么，但是我是真的希望严叔妹妹能给我一次机会。严叔妹妹，你既然可以嫁给林子楚，一定也可以嫁给我，对不对？我嫁给他是因为我跟他只是协议成婚，他不会控制我的自由。协议成婚我也愿意，我也不会限制严叔妹妹的。严叔，别退婚，给我一次机会，也给你一次机会，让你可以好好的了解我。我保证，绝对不会影响你拔刀的速度。
小姐，我们现在去哪儿？去宁安侯府吧。既然答应了李明辉，就得去和林子楚解释一下啊。小姐快看，那不是韩熙荣吗？他怎么出来了？这些天倒是把他给忽略了。走，跟上他们。是。韩熙荣这是在幽会外男？只是那人看上去这么眼熟呢。那是韩相。韩相，韩墨远。我是韩子枫啊，严叔妹妹可以叫我子枫哥哥。哦，是长得挺像的，可兄妹俩见面为什么要这么偷偷摸摸的呢？走，跟近点瞧瞧。太子他简直欺人太甚了，他怎么能这么对雨落呢？虽说是个良娣，但终究还是个妾呀。我的雨落怎么这么苦命啊？大哥，你可一定要帮帮雨落呀！帮？你让我怎么帮呢？太子，他明明答应会娶雨落做太子妃的，现在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大哥可以在皇上面前参他一把。太子是答应了会娶雨落为太子妃，可你都让雨落爬四皇子的床了，还弄得人尽皆知。他要是还愿意娶雨落为太子妃的话，岂不是等于在告诉天下人，他的头上戴了一顶像我们犬戎草原那般绿油油的大帽子？没想到这个韩墨远还挺幽默的。这件事是我做的不对，可我那也不是想帮大哥你拿到四皇子府的势力吗？哼，想帮我拿到四皇子府的势力？你以为李明辉的脑袋是浆糊做的吗？他会轻易把自己一手经营起来的势力交给一个女人？可是四皇子明明把四皇子府的势力交给苏颜书打理了呀，他既然能给苏颜书，为什么就不能给雨落呢？苏颜书对四皇子有救命之恩，雨落有吗？原本我还想让太子娶了苏颜书，要不是李明辉横插一脚。什么？大哥，你怎么能让太子娶苏颜书呢？怎么能让他压着雨落呢？雨落她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大哥，你怎么能让太子娶苏颜书呢？怎么能让他压着雨落呢？雨落她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啊？谁？来人！大人，刚刚看到什么人没有？回大人，并无。下去吧，盯好了，不要让任何人靠近这里。是。难道刚刚只是我的错觉？奇怪，我刚刚怎么突然就睡着了？还好没出什么事，不然大人追究起来，全家都得玩完。大哥，发生什么事了？无事，进去再说吧。好险啊！还好我们跑得快。没想到那个韩墨远居然这么警觉，能被犬龙派来我大庆做卧底，还能这么多年都没被发现，韩墨远怎么可能没两把刷子啊？小姐，现在我们该怎么办？赵雨落居然是韩墨远的女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走，去太子府找赵雨落。是。哎，等等，不能去找赵雨落，不能冲动，冲动是魔鬼。小姐。大人。何事？韩熙荣今天又去见韩墨远了。哦，这不是很正常吗？只是大小姐好像发现了他们之间的事。你说什么？
严叔发现了。是的，大小姐今天还暗中跟着他们去了郊外的别院。青椒别院暗卫重重，严叔可有被他们发现？可有受伤？大小姐武艺高强，且很是机警，并未受伤。啊，没受伤就好，没受伤就好。就大小姐那身手，别说是韩墨远的京郊别院了，怕是连皇宫也能来去自如吧。这件事我知道了，你继续暗中跟着韩熙荣，有任何风吹草动，即刻来报。父亲，父亲，女儿能进来吗？父亲，父亲，女儿能进来吗？你先下去，记住，一定要保护好大小姐。是。去吧。属下告退。父亲，你在里面吗？女儿进来了。啊，是舒儿啊，这么晚了，找为父有事？原来父亲在啊！女儿见父亲迟迟未有回应，还以为父亲书房进了贼了呢。兴许是为父刚刚写奏折写得太入神了啊，所以就没有听到舒儿你的声音。来，快进来说话，外边凉。多谢父亲。我知道父亲公务繁忙，但也要注意身体啊。如今秋寒料峭，尤其是生根露重的时候，人更容易受寒。我让春花熬了些姜糖牛乳，父亲快喝一点，好去体内寒气。舒儿有心了。父亲，父亲当年和韩姨娘是怎么认识的呀？坏了，果然来问了。父亲，您慢点喝。舒儿啊，怎么会突然问起这个呀？也没什么，我就只是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父亲放弃我才貌双全的母亲不要，而去喜欢一个整日里只知道以色诱人的蠢货？这个，当年韩熙荣与你娘私交甚好，结婚后也会经常来府里小住，陪你娘解闷。后来你娘怀了你，那天晚上他以你娘的名义给我送了碗参汤。为父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舒儿，你知道的，万福春是没有解药的，所以你就把他给睡了？那个父亲，你确定赵雨洛是你的女儿吗？不是，我的意思是，赵雨洛是他韩熙荣生的吗？也不是，我是说，赵雨洛是您和韩熙荣的女儿吗？我怎么听着哪句都是在笑我头顶上有一片青青草原呢？虽然雨洛确实不是我的孩子，但是你这么笑话你爹，是不是不太厚道了点儿？那个，舒儿啊，你说雨洛不是我的女儿，什么意思啊？那个舒儿啊，你说雨洛不是我的女儿，什么意思呀？看他这个反应，果然不像是什么都不知道的。那他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呢？还是说一开始就知道？老狐狸藏得够深的。这雨洛是我看着出生的，他怎么可能不是韩熙荣生的呢？舒儿啊，为父知道，这些年因为韩熙荣母女，为父亏欠了你和你娘很多，
为父已经知道错了，也在努力弥补，但你不能因为这个就说雨落她不是你妹妹呀！老狐狸还在装，哼，看我怎么揭了你的狐狸皮！父亲，父亲就是这么看女儿的吗？原来女儿在父亲心里就是这么个连自家妹妹都容不下的心胸狭隘的小人吗？舒儿，你别哭啊，为父不是那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我看你就是这个意思。父亲若是觉得严叔是个不容人的人，那严叔还是搬出去住好了。胡说！搬出去？搬哪儿去？反正皇上已经把苏宅赐给我了，我又不是非赖在这尚书府不可。哎呀，我的好舒儿，是为父口不择言，说滑落了还不行吗？你到底要为父怎么样呢？老狐狸没辙了吧？哼！不过话说回来，这招一哭二闹三上吊还真管用啊，难怪绿茶们都喜欢用。看来以后可以多用用。哎，舒儿啊，为父真不是说你心胸狭隘不容人，为父的意思是，你怎么会突然怀疑雨落的身世呢？糟糕，这个问题我要怎么回答？难道我要告诉他，我看到韩熙荣和韩墨远在一起了？可人家那是亲兄妹，总不能说人家是亲兄妹乱伦吧？哎呀，看来想从他这里探出点什么，还需要另辟蹊径啊！哼，小样儿，我可是你亲爹，跟我玩心机？是因为因为什么？因为女儿今日在大街上看到韩姨娘了，女儿看到她上了一个男人的马车，还和那个男人很是亲密，女儿怀疑韩熙荣这个贱人竟然背着我做这种不要脸的事，看我怎么收拾他！韩熙荣这个贱人竟然背着我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看我怎么收拾他！老狐狸都不问那男人是谁长什么样，就着急给韩熙荣定罪，哼！要说不知道点什么，谁信啊？哼！不过你既然要演戏，我就陪你演。来人，去把韩熙荣那个贱人给我带来。算了，亲自去。哎，父亲息怒，这其中也许有什么误会呢？误会？什么误会？我看他就是……老爷。夫人，老狐狸，刚刚不是还吵吵着要收拾韩熙荣吗？苏颜舒，你这个贱人，一定是你在老爷面前挑拨，是你诬陷我和你拼了！老爷！啊，赵百富这只老狐狸，刚刚是在保护我。你居然为了苏颜舒这个贱人打我！打你都是轻的，像你这种不守妇道的女人，就该被进猪笼。进猪笼？哈哈，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赵百富有我10多年的夫妻情分，难道还比不上这个贱人的一句挑拨之词吗？你还有脸说舒儿诬陷你？那你倒是说说，你今天到底去哪儿了？赵百富这是什么意思？难道
不会的，他不可能知道我和大哥的事。那说呀，怎么不说了？我看你就是心里有鬼。我没有，老爷，你要相信我。哎呀，快说呀！快找个理由啊！随便什么理由都可以。先让我应付一下旁边这位祖宗呀！哎呀，赵百夫看我干什么？是想让我来审？哼，老狐狸！你没有？那你今天去哪儿了？为什么不说？韩姨娘，我看你还是老实交代的好。父亲念在这么多年的情分上，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苏言叔，你少在这里给我装好人！你不就是想把我赶出尚书府，好把你那死鬼娘亲的灵位接回来吗？我告诉你，没门儿！苏爱梅那个贱人出去了那么多年，谁知道跟了多少男……你敢打我？韩熙荣，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不要污蔑我娘？下次再让我听到你说我娘的一句不是，我拔了你的舌头喂狗！连当家主母的舌头都敢拔，苏大小姐真是好恶毒的心思。韩慕远，他怎么来了？赵百夫，你要是不会管教女儿，不如让本相来替你管，如何呀？哎呀，韩相爷这是说的哪里话？小女不懂事，我自会教导。怎么能劳烦韩相爷您大驾呢？哎呀，舒儿，还不快给韩相爷道歉！是，不知相爷大驾光临，原叔有失远迎，还望相爷恕罪。你不愧是我赵百夫的女儿，怼人都怼得这么不动声色，伶牙俐齿。严叔多谢相爷夸奖。哼，柔儿，你还好吧？大哥，你要是再不来，妹妹就要被打死了。苏鼹鼠这个贱人，他诬陷我，还挑拨我和老爷的关系，还让老爷打我。我去，我那是诬陷你吗？就算是吧。那我有挑拨你和赵百夫的关系吗？好像是有一点挑拨的嫌疑啊。但是我没有让赵百夫打你啊，你怎么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呢？大哥，你可一定要为小妹做主啊！哎，蓉儿放心，为兄定会为你做主。赵尚书，不知本相的妹妹究竟做了什么不可饶恕的事情，竟引得你对她拳脚相向？下官啊，赵百夫又看我干嘛？瞧他那怂劲儿啊！不会是想让我来背锅吧？呵呵，还真是干啥啥不行，卖女求荣第一名啊！算了，看在他刚刚想要保护我的份上，就再帮他一回吧。赵尚书今天要是不给我妹妹一个交代，休怪本相。我父亲是打了韩熙荣没错，但那明明就是因为他自己不知检点，不但在外面私会外男，还夜不归宿。哦，你当真做了如此伤风败俗的事情？不，我没有，大哥，我真的没有，你要相信我。没有？哼！今日在街上，我亲眼看见你上了一个男人的马车，你现在说没有？
怕在大街上看到了。那在别院的时候，难道不是错觉，而是……若真是如此，那此人就留不得了。韩相爷，就算你是当朝宰相，位高权重，那也不能如此放纵自己的妹妹吧？要知道，那可是七出之罪，按大庆律例是要被火焚或者进猪笼的。韩相爷，就算你是当朝宰相，位高权重，那也不能如此纵容自己的妹妹吧？是啊，相爷，叔儿亲眼所见不会错的。哼，亲眼所见？若真是亲眼所见，那苏大小姐难道没看出车上的那个男人就是我吗？什么？车上的男人是相爷你？本相与妹妹在街上偶遇，便带妹妹回家见一见思女心切的母亲，这样也不行吗？嗯，韩墨远这是在试探我？他故意说回家看母亲，其实是在试探我有没有跟去京郊别院。若真是如此，难道除了赵雨露的出身外，他们还有什么别的不可告人的秘密啊？啊，韩熙荣脖子上是吻痕？难道我之前猜错了？赵雨露不是韩熙荣从韩家抱来的，而是韩熙荣和韩墨远乱伦生下来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赵尚书，你倒是和本相说说，我妹妹不过是回家见个母亲，怎么就成了私会外男了？我说叔儿啊，你也真是的，你怎么能不看清楚一点就乱怀疑呢？为父知道你是为了尚书府的名誉着想，可现在弄出这么大一个乌龙，你说你这不是让为父为难吗？哎呀，赵百夫，你这个渣男果然靠不住。哼，这么说，赵尚书承认我妹妹是被苏大小姐诬陷的了？年轻人不懂事，还请相爷大人大量啊，不要和小孩子一般计较。小孩子？我没记错的话，苏大小姐快满18了吧？再说了，小孩子就能随便诬陷人吗？既然年少无知，那就更不得妄为了，免得哪天酿下大祸而不自知。赵尚书，你说本相说的是也不是啊？哎，是，相爷说的极是啊。在下，哼，既然赵尚书也觉得本相说的在理，那么，来人，将苏大小姐给本相拿下！我看谁敢！哎呀，相爷，你这是干什么呀？干什么？既然赵尚书教不好女儿，那就由本相来帮你教好了。拿下！韩墨远这时想先下手为强，杀人灭口吗？看来只有硬拼了。不想死的就给我退下！你们都是死人吗？都给我上啊！这个贱人再厉害，他也只是一个人，你们这么多人，还怕他一个黄毛丫头不成？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啊？怎么如此热闹？李明辉怎么在这个时候来了？难道是苏延书搬来的救兵？看来不用再继续试探了，苏延书肯定是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才会害怕我对他下手，从而早早地请来了救兵。哎呀，这么晚了，四皇子怎么来了？哦，本王刚从慈宁宫出来，正好太后有懿旨要给严淑妹妹，本王就顺道过来看看了。公公宣旨吧。是。太后娘娘懿旨，哀家与尚书府大小姐一见如故，
几日不见，甚是思念。故而宣苏大小姐即日起进宫小住数日，钦此。宣我进宫小住？几日不见，甚是思念。皇祖母，你这到底是在写情诗吗？太后怎么会下这样的旨意？难道是李明辉从中搞的鬼？苏大小姐，还不快接旨！臣女苏颜书接旨。大小姐，快去收拾收拾，跟咱家一起进宫吧。现在？哎呦，我的大小姐，您刚刚是没听到吗？太后娘娘让你即日起进宫。可是什么可是？还不赶紧随咱家进宫复命？既是小住，还请公公稍等片刻，容臣女回房收拾几件换洗衣物，可好？那大小姐动作可要快点，太后还在宫里等着呢。是。哼！哎，大哥，你怎么？大哥！不行，我绝不能让苏颜书活着进宫。春花，我不在的时候看好韩熙荣，不要让他有机会单独接近赵百富和赵长泽，就算要见，也必须在你的监视下才行。在我的监视下？小姐不带我一起进宫吗？既是进宫小住，那么短时间内我是出不了宫的，所以我需要一个完全信得过的人留在外面做我的眼睛，替我盯着尚书府的一切。可是，放心吧，如今我也算是李明辉的未婚妻了。太后有多宠李明辉，你不是比我更清楚吗？所以既然是太后训我进宫，那么我在宫里就不会有危险。你只需要帮我盯着韩熙荣的一举一动，若有异常，即刻按照我教你的传信方法传信给我。是，奴婢定会亲自盯着韩熙荣。还有，赶紧传信给秋月，赵雨落不可信了，让他赶紧回来，我有别的事情吩咐他去做。小姐之前不是还想将赵雨落收为己用的吗？怎么又改变主意了？此事说来话长，你先让秋月撤回来。奴婢遵命。哦，还有，派人去宁安侯府带句话给林子楚，就说让他把剑术好好练练，等他什么时候能把弓拉满了，就能娶到媳妇儿了。啊，淑儿啊，进了宫可不比在家，切不能任性妄为了，知道吗？尚书大人放心，皇祖母最是和善，定不会与颜淑妹妹为难的。哼，太后是不会为难于我，至于别人嘛，那就说不定了。四皇子说的是，太后人善，只是宫中贵人众多。淑儿，你还是安分守己的好，免得惹祸上身，从而连累了整个尚书府。是，女儿谨记父亲教诲。颜淑妹妹，今日天色已晚，我就不陪你一同进宫了，明日我再进宫看你。也好。哎呦，大小姐，赶紧上车吧，再晚宫门就要下药了。公公，我能不能坐自己的马车啊？好好的车辇不成，非要坐自己的轻步小马车，这苏大小姐还真是一身的怪毛病。公公，我这马车虽小，但还算结实，你要不上来同坐？啊，这就不用。王公公，就听颜淑妹妹的吧，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可是这与理不合啊！颜淑妹妹并未带丫鬟进宫，这一路上也需要人伺候，王公公上去伺候着，哪里就不合理了？是，老奴遵命。准备。公公，请喝茶。哎呦，大小姐这是折煞老奴了，当是老奴伺候大小姐才是啊。公公这是哪里话？公公可是太后身边的红人，深得太后信任。接下来严叔在宫里小住，还请公公多多照拂。
大小姐客气了，四皇子早就吩咐过老奴，大小姐在宫里有什么需要，尽管跟老奴说。那严叔在这里先谢过公公了。公公，严叔有件事，不知当问不当问？大小姐想知道什么，尽管问，老奴定会知无不言。公公可知太后为何会突然召我进宫小住？大小姐有所不知，您是太后娘娘钦点的孙媳，太后娘娘自然是要把你叫进宫中，教你一些宫中礼仪的，这是惯例。惯例？是啊，照以往的惯例，但凡是被太后娘娘亲自赐婚的世家女，太后娘娘都会召其进宫小住一段日子的。原来如此。那也不用大晚上的就让我进宫吧。那还不是四皇子殿下怕您被韩相给欺负了去，逼着老奴临时改变了太后娘娘给您的懿旨。要知道，太后娘娘原先的懿旨只是传你明日进宫一叙而已。我这回宫后还不知道要怎么跟太后娘娘交代呢。放箭！公公小心！有刺客！有刺客！杀！一个不留！报告大人，马车里没人。什么？这怎么可能？难道是该死的中计了？苏颜书一定是在李明辉的马车里，给我追！一定不能让他活着进宫。是，追！回大人，属下无能，并未追到四皇子的马车。没追到？大人恕罪，属下已经查实，四皇子并未进宫，而是直接回府了。李明辉直接回府了？那苏颜书呢？插翅飞了不成？